本王有王妃一人足矣。宋九渊面对江婉的时候，神色是极其温柔，让在场的美人们顿时是心里一凉。这小丫鬟倒是没有说错，王爷心中只有王妃。宋九渊的目眸极度深情，让江婉差点忍不住沉沦。他连忙别开脸没看他，低垂的眼睑里满是纠结。至于你们，宋九渊冷硬的脸上皆是凉意。愿意走的便依照王妃的意思，拿了卖身契走人；不愿走的也行。既然被送给本王，那就是本王的人，自然任凭本王处置。本王王妃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余下的人便卖掉吧。他轻描淡写的卖掉2个字儿，让钱姑娘等4人顿时是身子一震。虽然被送给了王爷，可是他们也是好人家出身的姑娘啊，若是被卖到教坊或者妓院，那还能有好日子过呀？钱姑娘再也没有了奢望，讷讷的张嘴：奴婢愿意听王妃的，离开。奴婢没福气，王爷王妃珍重。奴婢也愿意离开。几个姑娘悠悠叹息，漂亮的眼眸幽怨地望着宋九渊。青山，你拿了卖身契，将人都送走。若不是当着婉婉的面怕吓到他，宋九渊可不是这么仁慈的性子。是，姑娘们，走吧。美人们1步3回头，希望宋九渊改变主意。结果宋九渊连个眼神儿都没给他们，而是放软了声音对江婉说：婉婉，你可是吃醋了？我才没有。江婉色厉内荏地转过身子，不想让他看到自己眼里的慌乱。好，你没有。宋九渊语气无奈，其中似是夹杂了万千宠溺，让江婉的心没来由的就觉得甜甜的。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儿了，轻声地说：宋九渊，你是王爷，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你真能做到始终如一的拒绝吗？他嗓音闷闷的，带了一丝无奈。唉，傻姑娘，我现在若是说能，你怕是会说我花言巧语，不会信。我能保证的是，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绝不多看其他女子一眼。油嘴滑舌。江婉嘀咕了一句，转身就走，只是在宋九渊没看到的地方，嘴角轻轻扬着。婉婉，我这话都发自肺腑。晚些我和娘李儿一块去施粥。江婉巧妙地转移了话题。不行，去程太乱，你们不宜暴露在人前。你的家眷亲自做善事，更能收拢民心。江婉知道对于宋九渊来说最迫切的是什么，所以下意识考虑到所有事情的最优选择。我怕富知县的家人铤而走险。无妨，我会保护好他们。再说，不是还有你吗？江婉并不知道他这最后一句话让宋九渊有多么高兴，他的嘴角微微翘起。好，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那行，我先去休息会儿。江婉回了屋子，先是利用时间差在空间里休息了一番，随后就忽悠着系统小精灵继续播种收割。他捐赠的小麦大米都是出自空间的，只可惜他虽然种出了棉花，无奈本人不会做棉衣啊，不然他能多造一些。这才出了房门，此时的花小却是混得风生水起。六皇子吃了药方之后就感觉自己恢复了，这段时间没少折腾花小。眼看着即将抵达京都，花小就窝在六皇子怀里，他的指腹就落在自己小肚子上，眼里满怀希望。若是能够怀上龙骨的话，他就真的能一飞冲天了。这会儿更是亲昵地靠在六皇子怀里，唇齿相缠。只是这美好的瞬间并不持久，因为六皇子的侧妃正携着一众小妾等在六皇子府门口呢。花小脸上的笑容彻底僵住了。殿下，殿下，臣妾想死你了。殿下，你可不能厚此薄彼，您离开这么久，臣妾都梦见你好几回了呢。一群人拥着六皇子就进了府，花小气得脸都快扭曲了。忽然他猛地看向温如玉：温公子，你站对了吗？要是没站对，可以压我，我一定能让你成为殿下最信任的人。既然来了京都，那他就一定要闯出一番事业来。温如玉没想到这些女人一个两个的想拉拢他，他轻嗤了一声就进了六皇子府，气得花小连忙小跑着追上。结果花姑娘，侧妃吩咐过，殿下还没给您名分，不能走正门。
于是乎，花小在京都就开始了宅斗模式。王爷王妃，周县城跑了，宋爷已经去追了。酒池，这里交给你，我去州府瞧瞧。王爷，下官同你一块儿去。你留在这里，今天忙完以后，早点和人帮办完交接手续，那些流放的人便能为你所用。下官遵命。这孙主簿见不到周县城的狼狈模样，是颇为遗憾。孙主簿归人帮去交接，宋九渊跟江婉两个人这才直奔州府。他们到的时候，州府里静悄悄的，看得出来周县城离开的时候已经是遣散了所有的奴仆。进去看看吧，说不定能找到些线索。州府在衢城算是极大的府邸了，里面装饰得很奢华，很难想象这是一个8品小官的住处。咱们分开找。江婉特喜欢一个人单打独斗，当然他也很喜欢寻宝的感觉。那你小心一些，有事就喊我。他递给江婉一枚信号弹，并且告诉他怎么使用。小精灵，快勘察勘察周县城还有没有留下宝物。在空间种植收割好些日子的系统懒洋洋的就开始扫描。没一会儿，我去，主人你运气真好，这州府还真有个密室，地图已经传送给你了。啊，这就叫瞎猫碰上死耗子。周县城跑得急，估摸着没空带上所有的宝物，一路找到了州府的牛棚。这……小精灵，你确定是这里？是的，主人。主人，掀开地上的草木，下面是个密室。江婉闻着空气里这浓郁的味道，他能说他很前进吗？也难怪周县城走得这么放心，谁能想到他这么损啊，把密室开在牛棚的下面。他顺着通道往下，下一秒他就感觉自己快要眼瞎了呀，因为这压根就是一个库房，库房里面堆满了金银珠宝。好家伙，谁说衢城穷了？他看衢城大半的银子都在富知县跟周县城手里吧，金银倒是没动，可以留着给宋九渊买粮食。他小手一挥，就从空间放出来粮食，直接放了宋九渊给他的信号弹。收到信号的宋九渊来得很快。婉婉，宋九渊，我发现周家的密室了，走吧走吧，我先带你下去看看。瞧见密室里堆满的东西，周县城胆子倒是大。这地方这么隐蔽，还真令人难以想象。我估计周县城以为咱们不会找到这里，怕是想以后寻着机会悄悄回来取这些东西。现在外面那么乱，带太多的金银财宝赶路更容易出事的呀。不排除这个可能。是呀。哎，宋九渊，你没发现这石壁旁半点灰尘都没有吗？就连金子上都有灰。是不对劲。轻轻的一推，就瞧见里面放着一个小本本。这该不会是周县城藏的罪证吧？喏，你看看吧。宋九渊的面上浮现出了一抹喜色。你没说错，这确实是周县城留下来的罪证，是他和富知县勾结压榨民脂民膏的证据，还记录了收取贿赂的金额，是个账本。周县城留下这些，怕是为了拿捏富知县的吧？没想到富知县直接被宋九渊给送走了，这会儿手忙脚乱的直接跑路了。那感情好，你好好收着。我们先出去吧，余下的事情交给宋毅。抓到周县城了吗？没有。那接下来抓他就难了。以后都不用抓了。宋毅追过去的时候，便发觉州府上下30几口人被洗劫了，无一活口。怕是某些人灭的口吧。幸好咱们发现了他的密室，好在罪证也在。幸好有系统在，不然我也找不到那个密室。宋九渊，如果他们没有被灭口，你会怎么做？他要是不跑，也不会死这么快。我会将周县城关押起来，具体审问是朝廷的事情。余下的骂名应该交给那一对父子。哼，将事情都推到一个死人身上，死无对证。一个敢直接灭掉8品小官满门的人，确实不是什么善茬。看来咱们已经成了别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离开衢城前，咱们去官府签好和离书，就此分开吧。宋九渊说这话的时候特别痛心，可他也明白，跟着他会面临许多危险的。好啊。江婉也说不清楚心里那股酸涩是怎么回事。
既然人家都主动提了和离了，他自然是不会赖着他。正好我有时间，那便一起去县衙吧。好。或许他是真的还想快点摆脱宋九渊娘子这个身份吧。两个人沉默着离开，没想到这一幕被宋九离给听了个正着。娘，大事不好了！离儿，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宋九离急得嘴瓢啊！是大哥和离。离儿，你说什么？大嫂和大哥要去和离。肯定是宋九渊那个王八蛋，婉婉对他那般好，他居然还不识好歹，老娘弄死他！亲眼看着自家这温婉的娘亲秒变泼妇，宋九离人都傻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阻止他们和离！娘子，你先别急，我们过去看看再说。怎么可能不着急呢？你儿子就要没媳妇了，哎呀，作孽呀！此时这俩当事人呢还不知道这事儿暴露，明明之前他是期待和离的，等真的到了这一天，他心里反而有些难受。婉婉，从前是我不知好歹，辜负你许多。你不必多想，我还年轻，又能赚银子，以后想找个什么样的都能找到。听他这么说，宋九渊心口一疼，差点脱口而出不和离了。可是去府城的路上确实是危险重重，他唯恐自己护不住他。宋九渊这个心呐，像是裂开一样的难受。他们终究还是到了县衙门口。见过王爷王妃。不用多礼。这是我和王爷的和离书，麻烦孙主簿拿旗出来盖上，顺便记录在案。王妃，王爷，您们在和下官开玩笑吗？没有开玩笑。宋九渊拿出属于他的那一份和离书。天哪，王爷和王妃居然要和离！孙主簿人都傻在那儿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应付。孙主簿，这县衙的公旗莫非还在副知县手里？他也就是随口一问，没想到孙主簿还肯定的点点头。对，公旗一直是副知县收着的，下官一直没找到，所以这事儿今天怕是办不成了。那可不行。他心里会涌现出了莫名的欢喜。下官知道，等下官找到以后，一定第一时间告知王爷王妃。看王爷对王妃在意的样子，也不像是没感情啊。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呐。我可不能做刽子手。行吧。宋九渊微微点头，心情莫名好转，顺手将桌上的2张和离书收了起来。婉婉，你可要去城门口看看。也行。多般配的俊男靓女啊，他们一定是一时糊涂，我也算间接的拯救了王爷的婚姻嘛。宋九渊，今天没和离成功，你是不是很遗憾啊？没有。宋九渊脱口而出，反应过来之后连忙就找补。婉婉，我一直都很尊重你的想法。哦。江婉瞥脸他藏在袖子里的2张和离书，唇角轻轻扬了扬，大步朝着县衙外面走去。结果刚出门，宋九渊，你个王八羔子，你怎么忍心伤害婉婉这么好的姑娘？我警告你，从今往后你不是我儿子，婉婉才是我闺女，我亲生的。对呀，大哥，你太过分了！大嫂对咱们家这么好，你怎么能伤害她呢？宋九渊猝不及防地被宋九赤给摁在地上，他下意识想要反抗的，结果注意到江婉眼里面一闪而过的心疼，他那握紧的拳头就松了。娘妈的没错，你就是不知好歹。九池，你别打了，你冷静一些。婉婉，你别管，他就是欠揍。娘知道你对渊儿一片真心，可惜他蠢，不知道珍惜你。不过没关系，以后你就是我闺女，娘给你物色一个俊俏的小郎君。大嫂，不，婉婉姐，以后你就是我亲姐姐。婉婉，以后爹会亲自送你出嫁。宋九渊在心里吐槽：这他妈到底是谁的亲人啊？娘，你们误会了，是我要和离的。啊，婉婉。哼，婉婉姐，你不必替我大哥打掩护。大哥，我这次揍你没错，
你别想坐回去啊！被他们护着，江婉的心里头暖暖的。我没骗你们，真是我要和离的。毕竟当初嫁给宋九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知道他无意娶我。要不是原主的爹为了攀上战王，而皇帝为了羞辱宋九渊，原主根本就不会嫁给宋九渊的。婉婉，娘知道你的苦衷。得，孙主簿没有找到吉，我们还没合离成功。所以啊，江婉还是他的娘子。不得不说，他的眼光就从来没有出过错。婉婉这般厉害，成功打入他家内部。你怎么不早说呀？一家人这可爱的模样让江婉是哭笑不得。他戏谑地望着宋九渊笑，仿佛在挑衅他。看，这到底是谁的家人啊？哎呀，宋九渊能怎么办呢？自己心仪的姑娘只能宠着呀。先不说那些，现在咱们先回家，马上年关了，咱们一家团团圆圆啊！两个人往前走了几步，宋大娘子没好气的就递了个眼色给宋九渊。啊，宋九渊这才悟了，原来他娘是在帮了他追娘子的呀。于是宋九渊立即跟上，一家子亲亲热热的，唯独三个男人走在最后面。要不是他们都说你是我儿子，我还真不信。你也太差劲了。我虽然没有记忆，但我知道只要你娘不高兴就得哄她，你娘要是高兴了，还是得哄她更高兴。你娘让我往东，我绝不会往西。大哥，爹这是在教你。宋九池子劲的来了一句，惹得宋九渊没好气瞪他。那你怎么不多学着点？我这不是没有遇见喜欢的姑娘吗？要是有的话，我以后也一定会如此的。不知道为什么，提起喜欢的姑娘，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齐楚。呸！我怎么会喜欢齐楚那样男人头的姑娘？宋九渊意味深长地瞥他一眼，没说话。几个人就默默地跟在江婉他们身后回了府。这是他来到义市过的第1个年。宋大娘子说不要提不高兴的事儿，江婉跟宋九渊就默契的没有再提和离的事儿了。大好的日子，宋九渊已经让宋义弄来了一头新鲜的羊，另外还弄了许多的食材回来。厨娘，陈策一家的住址定下来了吗？定下来了的，主子。那你将这些银子和吃食送过去。好的，主子。江婉从空间里弄了一些蔬菜肉，还从宋九渊那儿拿了一些当挡箭牌。宋义，你送秋娘过去。是。外面不太平，这么多东西太显眼。婉婉，你喜欢吃什么？按照你喜欢的做法来做。我以前是没有资格和爹娘一起过年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过年该吃些什么。大抵是原主的情绪在作祟，他有些难过。毕竟在原主记忆里，他娘没了之后，继母也不喜他，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吃过团圆饭了，就一直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婉婉，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娘，有什么委屈你一定要告诉我。好呀，娘。说是和离，认她当干娘不错。宋九渊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危险的想法呀。今夜的年夜饭交给娘来安排，你等着吃就行。对，做一个糯米丸子，寓意团团圆圆；红烧鱼年年有余，还有金鸡送福，步步高升，招财进宝。他一连说了好几个菜色。娘，那我帮你。不用，你们等着吃。大年夜，宋大娘子指导着秋娘跟绿水做了一桌子的好菜。往年虽然也是团圆，可对我来说，那都不是真正的团圆。今年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团圆，因为我的亲哥回来了。娘子，往后我绝不离开你，就守着你们。好。宋九渊忙的是脚不沾地，他忙着把事情一一都派发下去。好在没了复制线压着，孙主簿的办事能力还不错，宋九渊也勉强放心。晚些让秋娘好好收拾收拾，我们就去府城。你不是说咱们从此分道扬镳吗？婉婉，咱们还没有和离，你还是我娘子。宋九渊想过了，说是他跟着自己一起去府城，那他就拼尽全力要保他平安。很快就不是了，心口猛烈地跳动着。江婉，你还能守住你最初的初心吗？哎呀，他不知道呀，
江晚是成功的看到对方黑脸了，扑哧一下笑了。好啦，我自有分寸。马车终于驶离了渠城。滴滴滴，主人，系统检测到前方山上的悬崖处有飞雪花。眼珠子直勾勾的就盯着对面山头。你们先走，留给我一匹马，我去那边山头看看。我陪你。我就是去那边采些草药，不是什么危险的事情。我帮你拎草药。直到被宋九渊拽到他的马上，他才反应过来，哎，自己刚才居然被南司给迷了眼。失策啊，失策！我说的没错吧？感情的事情，别人千万不要参与，顺其自然多好啊！一切都会水到渠成的。可是娘，婉婉姐说要和离的。其他人都在心里默默吐槽，说你憨你还不信。京都六皇子的后院，花晓站在这花园的小湖边，冷漠地瞧着池子里扑腾的女人。而温如玉来的时候就瞧见这一幕了。这花晓刚来王府的时候不过就是一个通房，如今不过短短月余就成了王爷的贵妾了。花主子，宋九渊和江晚如何？这是底下人传来的信。他们在九州倒是过得风生水起，殿下被罚闭门思过，已经月余。温如玉，你过来。他红唇一张一合，说出来的话却是让温如玉一惊。花主子，没有殿下的吩咐，这是……我会让他同意的。怎么，你不信我？他想起了刚进府的时候被各种针对的花晓，他不但没有被摧残致死，随后更是让殿下亲自升为贵妾，距离侧妃只差一步之遥。以他的身世，这升位分的速度着实是快了些。信你。信我就去办吧。温如玉就顺从的退下了。比起花晓这诡谲多变的宅斗生活，江晚就轻快很多。按照路程估算，咱们明日就能到达府城了。抵达府城，对他们来说才算是真正的安家。但是江晚总觉得不对劲儿，几乎这个想法刚浮现，恰好就对上了宋九渊那警惕的眸光。爹，你和酒池照顾女眷。顺着风朝着带有响动的地方跑去，刀剑的声音也是愈发清晰。不过短短几息，这些人就全军覆没了。等江晚他们赶到的时候，你没事吧？放心，我没事。说吧，是谁派你们来的？是知府大人，我帮他处理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他保障我们庄子里人的安全和温饱，我们是交易关系。几位贵人，我们庄子里还关押这些人，肯定是知府大人要处理的人，我带你们去。刚瞧见庄子的模样，众人就瞧见庄子里跑出来一群人。齐楚，江姐姐！天哪，齐楚，你该不会就是他们抓来的人质吧？江姐姐，我可没那么差劲儿的，我是故意深入敌营救人的。你看，要不是遇见你们，我早就带着他们跑了。陪着家人过完了年，他就马不停蹄的打算过来找江姐姐，没想到会遇上这档子事儿。不是吧？宋九池，你小瞧不起人啊你！好啦好啦，我们也正好要去庄子上救人，既然你都将人救出来了，我们也可以轻松一些。我用江姐姐你给的一些药粉，将庄子上的人都给迷晕了，这才成功把这些人给解救出来。我就说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结果用的是婉婉姐的法宝啊！这一次齐楚倒是没有生气，这些都是府城那些官员后院的女眷。齐楚的话让江晚跟宋九渊都震惊住了，没想到这知府为了迎接他们，居然胆子这么大呀！楚姐姐，你不是回去陪家人过年了吗？对啊，我这不是在家待了几天就想你们了吗？就想着你们肯定要来九州府城的，我索性就告别爹娘出发了呀，哪里料到能跟你们偶遇啊！这里距离府城并不算远，翻过几座山，隐约就能够瞧见不远处的烟火气。他们才刚入城，一道人影就急匆匆地跑到了宋九渊的面前。此刻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府城的另外几名官员，这会儿都齐齐地跪在他们面前。跪在最前方的就是九州的叶知府，细看的话就能发现此人是一个还有城府的人。反观叶知府身后的同知、通判还有学寿等人，这会儿都是大气不敢吭。本王自己都不知道何时抵达府城，叶知府倒是消息灵通，
来的比本王那些下属还要及时。王爷恕罪，下官得知王爷即将来府城，便命人一直守在这城门口。得知您即将到达，下官这才携下属们前来迎接，只是不想慢待王爷。慢待？从今九州就是我宋九渊的封地，慢待的是客人，而本王以后是九州的主人。王爷说的是，王爷，下官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请。众人就跟随着马车入了城。马车很快就去过闹市，来到了一处单独的展院，是知府特地安排的地方。本王瞧着你们几个愁眉苦脸，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叶知府一惊，眼里划过了一抹凉意。思及宋九渊的手段，刘通判忽的一下站了起来，直直的就正在了宋九渊面前。王爷，下官府中女眷被人掳走，这会儿还没有任何消息，下官是为此心中烦忧。什么？叶知府，可有此事？确有此事，下官正派人全力寻找，只是因为失踪的都是女眷，下官担心会影响他们的清誉，这才一直隐瞒此事。大人，你当真派人寻过？哎，自然是找过，只是目前还未曾找到而已。哼，王爷，求您帮忙寻找下官的家人。还有下官，徐同志的家眷也失踪了。是，夫人爱女是与通判夫人一起失踪的。又陆续有2、3个人跪下请求宋九渊帮忙，这是叶知府暗地里逼着这些官员们站队。王爷呀，下官真的很努力找过了，若是王爷有这个本事，就请王爷帮着大家找一找吧。这是想将宋九渊放在火架子上烤？王爷，您刚到府城，对九州也不太熟悉。王妃说得对，渊儿，你得量力而行。刘通判着心里边大鼓啊，我的抉择是否正确？就在这时候，中途离开的青山忽然回头，他在宋九渊的耳边耳语了几句。王爷，请您救人呐。说完，他微微得意地瞥了眼刘通判，想当着他的面叛变。哼，那就拿通判的家人先开刀吧。你倒是对本王有信心。哼，巧的是，入城之前，本王确实救了几个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其中谁的家眷。这肯定是宋九渊故意挖的坑，我不能往里跳。啊，是吗？说不定还真有这个可能呢。一共有6个官员的家眷失踪了，这会儿他们都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一抹期待。青山，去带人进来。不会吧？我明明让那人藏得这么好，这宋九渊怎可能找到那些人？在众人紧张的情绪里，青山带着一群女眷走了进来。夫人，相公，爹！这会儿哪里还有什么站队？即便是他的人见着自己的亲人，也是激动的不能自已。原来真是你们的家眷啊！多谢王爷救我夫人。这些被救的人这才知道，面前这个人居然是王爷，他们是被王爷给救了。本王看他们都受了些惊吓，你们的好生安抚一番，让下人们先送他们回去。成功的让叶知府的联盟瓦解，宋九渊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啊！瞧着这和谐的一幕，叶知府的心里都快要扭曲疯了呀！王爷还真是厉害呀，随手就能救回大家的家眷呢。那意思，神就是他抓的呗。有人相信，自然有人不相信。宋义就拎了一个人进来。叶知府，这人你认识吧？叶知府都要快被彭老大这个蠢货给气死了，让他看几个女人都看不好。王爷，下官冤枉啊！你冤枉什么？下官真的不认识他，这些都是他干的，与下官无关呐。叶大人，哼，你还真是能掐会算啊！王爷只是抓个人来，你就知道他干的是什么事情？王妃误会下官了。既然王爷能救回大家的家眷，下官便以为他是绑架人的匪徒啊。王爷，下官
废话少说，把其他人带上来吧，免得有人不甘心找诸多借口。宋义招手，草民见过王爷。而江婉的注意力倒是不在他身上，这是他第一次瞧见宋九渊这么多的安慰。杨二牛，说说吧，谁指使你们抓的人？让我们绑人的就是他。一派胡言！本官什么时候指使你们去掳人了？刘通判等人听见杨二牛的话，更是直接朝着宋九渊倒戈。叶大人，我自问在任期间对你言听计从，这次你过分了。是啊，我们即便没有做出什么丰功伟绩，那也是不辞辛劳啊。我家几个小姑娘还未议亲，你这是葬送他们的未来呀！众人纷纷谴责地望着叶知府，让叶知府的心里发寒。本官可从未见过你，可你见过我们老大呀？你们每次都在府城的西府茶楼见面，我有幸跟着去过几次，老大见的就是你。当然，这个是杨二牛瞎掰的。而彭老大和那人在雅间见面，反正他觉得自己说的8、9不离10。你放屁！我明明从未见过他，这人到底是哪来的？先别说其他罪名，单说你派人刺杀王爷，那可是死罪哦。我什么时候派人刺杀过王爷？你请的人不就在这儿吗？王爷，下官真的没有安排人刺杀您啊！这他妈是什么事儿啊？来人，先关押起来。求救似的看向那些同僚，然而并没有用。大家都知道，宋九渊这是在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呢，好借机把这九州给拿捏住。你说，到底谁派你去刺杀王爷的？彭老大沉默着没说话。叶知府人都麻了呀，还有什么比明明是他的人却帮着别人办事更气人的呀？最重要的是，这办事不利的锅还得他来背。叶知府现在是有口难言，只能是哀求的看向宋九渊。叶大人是想去牢里想想自己犯下的罪行啊。你要是识趣的话，指不定我大哥还能网开一面，不然就等着被满门抄斩吧。刘通判，此事交给你审理，若有差池，本王拿你试问。是，王爷。而宋九渊又派了宋义跟青山监督，以免他们私底下有接触。这所谓的接风洗尘宴会似乎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王爷，暂时居住的院子已经替您准备好了。九州这边本来就有皇亲贵族才能居住的别院，这是以往天子御驾出征居住办公的地方。宋九渊也没客气，既然已经被狗皇帝送到了这么偏远的地方，他就没打算跟以前那般的克制守礼。至于同知等人，忧心家中女眷，宋九渊索性大方放行。只是这些人走了以后，他做了个手势，爱卫们早就悄悄跟上了。于是一行人又跟着刘通判出了这院子，随着他赶往以后的王府。后院交给你来安排。娘，您来。如今宋大娘子还年轻，江婉也不想越过她。婉婉，渊儿说让你管着，你就管着吧。娘，我以前从未管理过这些，还是您来。让众人很快就联想到他以前的家世。他在尚书府的时候并不受宠，继母自然是不会教他这些的，他不擅长也正常。也好，那我往后慢慢教你。大家赶路辛苦了，今夜先好好休息，明天再置办其他东西。听娘的。天色已晚，大家也没有迟疑，索性男人们就睡前院，女人们呢就睡后院。一直没问你们，若是我和王爷和离，你们愿意跟我走吗？主子，青山绿水，奴婢不敢保证，但奴婢愿意跟着您离开。我只是随口问问。我们的东西你先别全部拿出来吧，或许我明日就要搬走了，你也不用重新收拾。或许所有人都觉得她嫁给宋九渊是良配，是，她承认自己是有些心动的，可是嫁给宋九渊的是原主，她若真的喜欢他的话，那就再把他追回来呗。想通了的江婉整个人都精神焕发了，起身提着马灯朝着前院走去。果不其然，宋九渊还没睡呢，刚抵达九州，他要处理的杂事数不胜数。瞧见江婉过来，宋九渊眉眼里露出了一抹喜色，随即想到他的来意，心又沉了沉。猜你今夜定是没时间休息，这是我亲自制的香，
能让你精神一些。多谢婉婉。你是不是很快就能接管九州？这还得感谢叶知府多此一举抓了人质，我能恰好救下他们的家人，就能拉近和其他人的关系。水至清则无鱼。其实宋九渊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并没有连根拔起的打算。他首先要做的呢，就是培养自己的人，这样九州才可以完整的把控在他手里啊。那我先恭喜你啦。江婉想起今日见着的暗卫，忍不住好奇地说：你这暗卫也不少嘛，咱们一开始被流放的时候应该不至于过得那么惨吧？抱歉，那时我是他们眼中钉，又距离京都太远，我自身尚且难保，不敢拿他们冒险。如今到了九州，就不必再忌讳这些。所以他的人如今才开始肆无忌惮，行动自如。哦，江婉微微点头，将和离书递给了宋九渊。等你接管九州以后，你随时该急吧。我明日带着秋娘他们离开，正好我初来乍到，认识我的人也不多。宋九渊心底发沉，却还是接过了和离书。好。他发觉心里很痛，非常痛，但还是强撑着对江婉说：婉婉，我们还有可能吗？他清倦的眉眼里带着小心跟试探，江婉忽然就有些心疼了，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呀？在没有确认非他不可的情况下，江婉是需要跟他分开一段时间，让自己清醒一些的。我们的开始就是个错误，我只是不想延续那段错误。可你若是觉得可以修正的话，那咱们或许还有其他可能。婉婉，你的意思是说，咱们还有机会是吗？宋九渊，我问你，你可信以我？婉婉，我心悦你。我承认，我对你也有过那么一丢丢的心动。江婉坦然的话，让宋九渊这脑子里像是烟花砰的一下盛开了一样。孰料下一秒，江婉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宋九渊，你先别激动，我还没说完。你说。我从未心悦过男子，所以不知道那是短暂的错觉还是真的，我需要花时间确认。再有，当初我们的婚姻是我父亲和狗皇帝的杰作，我知你非心甘情愿，当初我也是情非得已。我们若是这么开始，难免以后心里有疙瘩。我没有。可我有。宋九渊，我们像普通朋友一样重新认识可以吗？只要你愿意给我机会，重来就重来吧。1年前的自己肯定想不到，如今他才是那个追着他跑的人吧。宋九渊，谢谢你。明日我会带着秋娘他们离开。我让宋毅替你们找院子。你忙你的，我会另外找一处院子。好。那我先回去休息啦，你继续忙。望着他的背影，宋九渊是情绪复杂，可是还有那么一丝甜蜜。甜蜜在他承认他对自己确实心动过。从他院子里出来，江婉的脚步都轻快了不少。结果刚回院子，婉婉，娘，婉婉，娘知道留不住你，你嫁入咱们宋家一遭，什么都没得到，苦倒是吃了不少。这是娘送给你的礼物，有空常回来看看娘。娘，您真不怪我呀？怪你做什么？只怪我儿不争气，和离就和离吧。娘就当以后多了个女儿，这盒子里有我攒的些银子，出去都要花银子，你别对自己太苛刻。这些都是赦免以后，他私底下让宋九渊的安慰去钱庄取的银票。谢谢娘。江婉这次没有拒绝，而是窝在他怀里，两个人又说了一些体己话。夜晚，他悄悄地进了空间。小精灵是系统，但他并不知道江婉的脑回路啊，只是问他接下来什么打算。我都想好了，九州什么都缺，我好歹是现代来的，从商一定能做得风生水起。我要赚好多好多银子，让尚书府的人后悔去吧。主人加油！下一秒就被江婉安排继续种植粮食还有蔬菜去了。次日，江姐姐，我同你一起走。起初本来就是奔着江婉来的，既然她要走，那自己自然是要跟着的。婉婉姐，可我舍不得你啊，都怪大哥，连大嫂都留不住，这大哥不能要了。婉婉，有需要尽管来找我。好啦，不用送我，我有空回来看你们。出了这院子，江婉他们就直奔府城客栈。
婉婉姐，你们是怎么回事啊？都别想太多，没什么事情。江婉笑着引开话题，嘿，我就是要跟着江姐姐，她得跟着江姐姐学本事啊。到了客栈，今天这顿早饭我请你们，咱们吃完再上去。好啊。结果刚坐下，就瞧见了一行熟悉的人，是许久不见的林廷玉。倒是没想到，居然能够在九州遇上他们兄弟俩。他看起来恢复了很多。宋娘子，许久不见。江姐姐，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吃饭吗？好啊，那就一起啊。对了，你们怎么也来九州了？林家可不在这边。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大哥说九州这边有潜力，所以呢就带我过来侦查下情况。是，我们林家打算拓展一些分铺过来。其实吧，他是有私心的，知道他们是要来九州，所以父亲提起九州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应过来了。这样啊，方便透露下你们林家主要做什么生意吗？他也是要做生意的人呢。布庄、服饰这一类，还有一些其他的小本生意。你这么坦诚，不怕我抢你生意啊？九州府城这么大，你若是要做，咱们凭本事竞争。江姐姐，你也要从商吗？怎么，我不能从商吗？不是的，不是的，只是江姐姐你的身份不低，若是和我们一样从商，怕是会被那些官夫人瞧不起吧？士农工商，他们林家赚的银子不少，可是那些贵族依然瞧不起他们。我们靠自己双手赚钱，何须在意那些人的想法？他并没有注意到林廷玉看向他的眼神里是充满了欣赏的。江婉吃着桌子上的饭菜，微微蹙眉。九州的菜偏清淡，他吃不惯。林廷玉注意到这些，立即就把小二叫过来，吩咐小二准备带辣味的菜。你们吃你们的，不用管我。无妨，反正我们是要吃的，你不用拘束。对啊，江姐姐，这顿我请。林听晨的性子开朗，很快就跟齐楚聊成了好朋友。用过了饭，江婉也回屋子里去换衣裳了。大哥，我怎么觉得你对江姐姐别有用心啊？阿晨，你年岁不小了，有些事情不要乱说，不然会损害你江姐姐的名声。我知道了。就在这时，宋九离赶来了客栈，见着林廷玉。你怎么在这儿？宋姑娘，我不能在这吗？哼，我警告你，虽然我大哥和大嫂暂时和离了，但他们心中有彼此，你别想趁虚而入。他们和离了？林廷玉的心里涌现出了一股狂喜，可他若是和离了，那自己岂不是也有求娶她的机会了？他连忙捂住嘴。没有，我刚才就是故意套你话，我大哥大嫂好着呢。宋九力懊恼不已，让你瞎说，让你瞎说，莫名成了个小叛徒吧？是，林某明白宋姑娘苦心，他会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的。你明白个什么呀？明白？宋九力烦躁的上楼。大哥，江姐姐居然和离了，你的机会来了呀！阿晨，你小声些。离儿，你怎么来了？我来给王文姐送东西，这是大哥托我送过来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好，谢谢离儿了。心微微一沉，和离书这么快就盖好了，急送过来了，他倒是挺有效率的。我要出门去买出院子，离儿可要一起？不了，我还有事儿。这会儿他满腹心思都在回去提醒大哥呢，所以他跟江婉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他刚出屋子就对上了等在楼梯处的林廷玉。江姑娘，你若是需要找铺面或者是宅院，我可以替你参考一番。他忽然改变了称呼，随即想到宋九离来过，也明白怕是他说了自己跟宋九渊和离的事儿。那就劳烦林公子啦。林廷玉是商人，这方面比他在行，所以他没有拒绝。他们坐上马车直奔衙行，而此时的宋九离是火急火燎地赶回王府。我要见大哥。大姑娘，王爷在处理公事。大哥，你会让我进去？我有10万火急的事情要同你说。宋九渊正在批改九州的折子。宋毅，让他进来吧。大哥，出大事了。大姑娘家的毛毛躁躁。大哥，你知道谁来九州了吗？谁呀？你还有心情在这批折子？婉文姐都变成人家娘子了。什么？宋九离，你就不能一口气说清楚吗？是林廷玉。我以前就觉得这人对婉文姐居心叵测，果不其然，知道你和婉文姐和离，他笑得像朵花似的。他怎么知道我们和离的？我怎么知道？反正他对婉文姐不怀好意。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大哥，你怎么这么淡定？出去。
宋九渊的声音里隐含着怒气，宋九离这才意识到不好，讷讷的出了书房。而宋九渊看着书桌上这成堆的折子，头疼的揉着眉心。他把宋义叫了过来，你去打听一下婉婉现在在何处。是，王爷。宋义一头雾水的离开，而宋九渊头疼的拿着笔继续批改折子。另外一边，林廷玉带着来到了牙行。少夫人可是要买下人？你误会了，我们不是夫妻。明白明白。哎呀，行了，我姐姐是来买宅院的。小娘子想要多大的院子呀？年岁小的姑娘啊，都害羞，她明白的。3进4进都行。江万只是想寻一个暂时居住的院子，要求并不高，但是地理位置一定要好。明白明白。倒是有2处符合小娘子的预期，我带您去瞧瞧。好。第一处院子是在西市，是个3进的院子，院子别致素雅，所以打算看一看另一处再说。带我去看看另外一处院子吧。而让江婉惊讶的是，第2处院子距离宋九渊的王府并不远，院子依然是雅致干净，比那一处要大一些，是个4进的院子。哼，这院子比方才那处好。此时他还不知道呢，宋九渊的院子就在不远处。这宅院如何卖的？小娘子是爽快人，那我也不会抬价。这院子你给500两，我们马上去改砌，如何？这么便宜，赚大发了呀！好，随后派秋娘跟娄亚婆去过户。就在这时，婉婉抬眸冷冷的瞥了眼林廷玉，情敌一相见是分外眼红啊。你怎么来了？宋九渊这会儿应该是忙得脚不沾地啊，怎么还有时间来这儿啊？我有事要处理，刚好路过，见过王爷。林公子又偶遇了，真巧啊，说明我们很有缘分。江姑娘可还要去看看铺子？好啊。江婉抬脚先出了院子，宋九渊压低声音跟林廷玉说：林公子还请不要肖想不属于你的人。王爷，江姑娘如今是自由身，我欣赏她，想求娶她，应当没错吧？她只是在和我闹小脾气，我们感情极好。说完几步追上江婉的脚步。大哥厉害呀，我敬你是条汉子。我只是不想多年以后的自己会后悔，总要争取一下。说完他也是几步追了上去。小娘子，您要什么类型的商铺啊？就那样的。那么热火如潮的铺子谁会卖呀？也不着急要，你帮我物色物色，若有其他合适的随时通知我，我需要买不少铺子。他要打造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自然是需要许多铺子的。其实叶姑娘还有几家铺子要出售，小娘子感兴趣吗？带我去看看。临街好几家铺子都是叶家的，我带你去瞧瞧。江婉俏眸打量着东市这几家连接在一块的铺子。别想糊弄我，按照市场价来，不然你可能要砸手里了。毕竟这叶家获罪，财产是要充公的，他若是买了，最多就是银子充公，当然不会影响娄亚婆这份钱了。小娘子放心，我绝对不会抬价。江姐姐，这几家铺子的生意貌似都还不错哎。宋九渊，叶家的铺子我能不能买？毕竟这关系到是不是叶家贪污的财产，江婉担心的不无道理。能。这可是个大主顾啊，他说的是唾沫横飞啊。林公子，你这方面有经验，帮我看看铺子的位置好不好？哼，好。这一家呢是胭脂铺子，地理位置倒是不错，只是来的人并不多。江婉细心观察了一番，林廷玉时不时在旁边给出一些小建议。婉婉，这几家铺子都还不错，只是掌柜和小二的态度过于高傲，等你买下以后，这些人都要换掉。那都是叶家的人，我不会用。小娘子，最好的铺子我都介绍给你了，其实叶家的铺子还多着呢，他不卖，咱们也没有办法。我明白，这5家铺子你开个价。目前他身上的银票也只够买这些了，金银他暂时没打算动，他刚来九州，出手太大方的话也惹眼，还是低调一些好。都是最公道的价格，这间40两，这间多一些，要90两，合计320两。小娘子您看如何？
林公子，你觉得呢？这间铺子是卖胭脂水粉的，方才我仔细瞧过，里面有不少破损的地方，我们买下来还要重新修葺。嘿，林公子，您看的可真仔细啊！我大哥是林家最会做生意的人才。公子说的有道理，那就少5两。行。他从袖子里掏出银票，还少了50两。他索性拿出了宋大娘子给的荷包。让他惊讶的是，宋大娘子给的银票还不少呢，足足800两。幸好他拿的时候是避着些众人的。交易达成，地契房契都到手了。江婉让绿水跟着罗亚婆去衙门备案。楚楚，咱们去买东西。好呀。主子，刘通判说发现重大线索。宋九渊是不大想给林听玉接触江婉的机会的，于是故意说：婉婉，你可要一起去听听。不用了吧，我相信你能处理好。然而宋九渊似乎是把握住了他的命脉。林家的案子若是能定下来，那些残产都得充公，铺子拿着没用，可以贱卖。我去，刚才我是不是冲动了？貌似这些铺子我买亏了。我可否跟过去瞧瞧？恐怕不行，相关案情须得保密，你去旁听不合适。江姐姐，那我呢？你……婉婉，此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保护。楚楚，我新买的宅院里缺的东西不少，能劳烦你帮忙添置一些吗？你花费多少银子，等我回来一起给你补上。这些事情啊，交给我跟林公子你就放心吧。等我忙完了，顺便将欧阳前辈一起接过来。届时啊，你也别去客栈了，直接来你自己的院子就行了。好，楚楚，那就辛苦你啦。这里交给我和齐姑娘就行。多谢。就坐上了宋九渊的马车。和离书你收到了吗？提出的话题让江婉很是无语。收到了。这家伙迫不及待的样子，可真是让人不爽啊。收到就好。刚想说话，外面的马车不知道怎么了就颠了一下，而且还下意识地将人环住。四周都是他的气息，两个人唇间间隔极限。江婉的呼吸都乱了呀。婉婉，宋九渊，你能不能起来？天哪，这是我的声音吗？而宋九渊反而是很喜欢他如今这害羞又娇软的模样。好，我起来。忽然这马人又是一颠簸，哎呦喂！这宋九渊顺势把人就圈在怀里。不错，今天的马夫重赏。江婉忽地抬眸，鼻尖从他的唇边擦过，顿时觉得整张脸都烫了。而宋九渊又何尝不是如此啊？他克制着心底凶猛的情绪。王爷到了。走吧。那模样怎么看怎么淡定，就好像心乱的只有他一个人一般。看来在求娶他的道路上任重而道远啊。见过王爷王妃。不必多礼，直接步入主题吧。宋九渊坐在了江婉身侧，随手拿起桌上的橘子就剥了起来。没想到他剥完了之后，就把它放在了江婉面前的碟子上。挺甜的，就如他此刻的心情一样。说吧，到底发现了什么线索？王爷，先前彭越反口的原因就是这叶夫人。王爷，我和叶夫人真的清清白白，所有事情都和叶知府夫妻无关，是我自己擅作主张，要打要杀随便你们，不用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贱人，你们！叶知府是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这个脑袋是绿油油的。阿刘，刺杀王爷是死罪，我知道你心地善良，但现在不是发善心的时候。叶知府不傻，他很快就反应过来彭越的意思，只要彭越心甘情愿顶罪，事情过了之后，他有的是法子惩罚那个贱人。宋九渊将刚剥好的橘子放到了江婉面前，眉眼沉了沉。我不想听你们在这掰扯，刘通判，你来审问。是。他们这个关系也太乱了吧。宋九渊觉得辣眼睛。彭越疯狂的想要帮他，可惜遇上的是猪队友。岳哥，不是的，是我让他去刺杀王爷的，这事儿和岳哥无关。周流，众人万万没想到呀，叶夫人居然这么厉害呢。我就说
我从未派过彭越去刺杀王爷，原来是你。王爷，您应该听见了吧？是他们这对奸夫淫妇，是他们私自决定刺杀你，这一切与我无关呐。若不是他家道中落，父母怕我吃苦，我也不会嫁给你。我和月哥生不能成为夫妻，至少能同生共死。阿柳，婉婉，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这叶夫人还真是恋爱脑。随便他们怎么挣扎，罪名那么多，扛走一个还有一个。叶知府跑不了，叶家也跑不了。他们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搜刮民脂民膏的事情没少做。所以啊，他们不过就是在做无谓的挣扎，最后什么都逃不过的。宋九渊就这么气定神闲地看他们掰扯，也不阻止，只是因为他能跟婉婉多相处一会儿。这倒是。婉婉，我会尽快处理好九州的事情，然后他就有时间把他哄回来了呀。他们的财产什么时候能充公啊？他已经是摩拳霍霍想要接手叶家的一些铺子了呢。等我将叶知府的罪状写成折子递到京都，圣上会定夺，届时叶知府也会被送到京都行刑。到底是四品官，宋九渊没有直接定罪的权利。行吧，那你到时候派人通知我就行。昨夜忙着写商业计划书，他几乎都没怎么睡，这会儿有些发困了。这里交给刘通判就行，我先送你回去。他本来就是为了跟江婉多相处一会儿的，所以他在不在问题不大。见过王爷。楚楚他们呢？齐姑娘挑选了许多生活用品，奴婢先回来整理，她还在外面挑选，等会儿掌柜会将东西送过来。要不要带你去看看以后我生活的地方？好啊。又找着一个跟婉婉单独相处的机会了，他这心里是美滋滋的呀。只是两个人刚走了几步，师妹，迎面就遇上了满脸激动的欧阳老头。我配置出来了，快，你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师兄厉害，你的毒术无人能敌。那是。师兄说的对，3期多放了1钱，比例还差一点，劳烦师兄再回去试试。啥？这师妹这打脸速度着实是快了些。师兄，你先去忙吧，我带他参观我们的院子。咦，他明明听师妹说他们俩和离了呀。我师兄气性大，还以为你抛弃了我。明明是你不愿。江婉一边走一边介绍，这院子倒是打理得不错。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我最满意的就是这座院子的花园了。江婉却指着花园旁边的围墙。宋九渊，等你接手九州以后，能否将这座山卖给我？没错，这个院子呢是紧挨着街道的，左右也有宅院，唯独后院是紧挨着一片山。这个山倒是也不大，却是跟不远处的后山连接在了一起。你买山做什么？他看过九州的地图的，这山脚下的山虽然不大，但是绕过这些宅院，后面可是一片很大的山。我有用，你放心，绝对是对九州有利的事情，缓一缓也行。他的商业计划只能是一步一步来吧。好，你若是想要，这山我送你。不必。你忘记我之前答应你的了？什么？我有一笔私产，当时抄家的时候藏起来了，先前说要分给你一些的。既然你这么热情，那我就却之不恭啦。说起抄家，你不是赦免了吗？你京都的私产不是应该还给你吗？说起这个来，江婉的脸红红的，毕竟当时库房里的东西都被他给搬空了呀。不过除去这些，宋九渊在京都的铺子也不少，被狼叼走的东西，他怎么会心甘情愿还回来？倒也是，也不知道此时的六皇子有没有福气享受这些财产啊。此时的六皇子府有些乱。花桥，你不得好死！殿下，臣妾是冤枉的，明明是他伤了臣妾。殿下，臣妾害怕。小小莫怕，将他给本王丢到琼峰阁去。琼峰阁是六皇子府最偏僻的院子，丢到那儿去就等于是被打入冷宫了。殿下，你还不拖走？让方侧妃心凉了一片，她不再挣扎，被人给拖出了屋子。殿下，方姐姐比小小先入府，所以只是想好心教教小小规矩，臣妾不生气。
你能不能饶了方姐姐呀？你呀，就是太善良了。本王还有事要处理，你乖乖等本王回来。臣妾等你。花晓点了点六皇子的肩，像是猫儿似的就挠了六皇子一把。他忍不住吻了花晓一会儿才离开。等人都走了，花晓哪里还有方才那娇柔的模样啊？让你办的事情如何了？那边传来消息，失败了。温如玉再也不敢看清花晓了，毕竟他可是连从前最受宠的方侧妃都给扳倒了呀。都是废物，没有暴露我们吧？夫人放心，没有，只是那边我们很快就把控不住了。无妨，我们若是能替殿下除掉如此心腹大患，他一定会很高兴。本来以为除去了方侧妃，他会封自己为侧妃，却没料到他什么也不说。殿下是嫌弃自己没有娘家，哼，没关系啊，他会让殿下明白，他才是最合适他的人的。这会儿他正带着宋九渊逛完院子，他不主动提离开，将来也不好赶人。要不要留下一起用饭？好啊。两个人刚到前厅，就瞧见齐楚跟林廷玉。江姐姐，你来瞧瞧这些东西，你可满意啊？这个可是我跟林公子精心挑选出来的。好家伙，这丫头是去抢劫了人家铺子吗？林廷玉从其中拿出了一块巴掌大的镜子，递给江婉。听说这是西洋货，我试过，很清晰，你试试。哇！当然，他惊叹的呢不是镜子的神奇，而是又有了生财之道。多谢，我很喜欢。看他笑得这么开心，林廷玉不自觉地扬起唇，忽然就察觉到身子有些发凉。原来是宋九渊了，一直朝着林廷玉输送冷气。情敌见面又是分外眼红。江姐姐，这个西洋镜啊特别受欢迎，为了买这个镜子，林公子差点跟别人打起来了。对啊，好在我大哥机敏，不然这镜子你买不到。林公子感谢。这镜子在大丰很难买到吗？他自打穿越以来，确实就没见过这般清晰的镜子。不难。婉婉，你若是喜欢，我替人去给你寻10块8块回来。这个呀，可是航行的船只从别处带来的。听说那边生活着的人都是金发碧眼，和咱们大丰人不一样的。江姐姐，你别看这镜子小，花了200两呢。林廷臣颇为肉疼，他大哥给他送礼物，他都没有这般舍得呢。婉婉，别听他瞎说，收着便是。你救过我和弟弟性命，这些算不得什么。一码归一码，我不能白占你们便宜。秋娘，晚些你将这些东西的账单整理出来，一并补给楚楚和林公子。宋玉，回去拿银票，这些算我送给婉婉的。宋九渊就抢着开口，怕江婉拒绝，连忙堵住他的嘴说：这些算是我们合理分给你的财产。不得不说，宋九渊把他的性子真是拿捏得死死的。果然，他没有再说话。殊不知这一幕被林廷玉看在眼里，他的眼里划过了一抹落寞。也许婉婉不知道，这不客气，恰恰说明他把宋九渊当成了自己人呢。瞥见林廷玉那落寞的眼神儿，宋九渊就继续宣示主权。还有一些首饰，回头我让宋毅给你送过来。不用不用，你之前给我那些就行。虽然是离婚财产，但是古代可不兴这个呀，所以将来也不想得寸进尺。于是这尾巴刚翘起来的宋九渊瞬间就被打脸了。这会儿喜笑颜开的人换成了林廷玉。婉婉，我会在府城多留几日，你有任何需要可以随时来客栈找我们。对啊对啊，江姐姐，我大哥做生意超级厉害，你不懂的都可以问他。婉婉，我有些饿了，咱们能吃饭了吗？辛苦你们了，一起留下吃个饭吧。好啊好啊。林廷臣不顾宋九渊这冷漠的眼神，乐颠颠的应下。为了大哥，他不能怂啊。宋九渊气邪，确实没法子，毕竟这是婉婉的客人。一群人坐在餐桌上，氛围有些怪怪的。婉婉，多吃一些。不用给我夹，你自己吃。宋九渊却并没有在意，甚至还悄悄递给了林廷玉一个挑衅的眼神。林廷玉也没有生气，虽然心底酸涩，但他并不想破坏自己在江览心里的形象。于是这顿饭吧，
宋九渊就感觉自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软绵绵的，让人心底难受。吃完了饭之后，林廷玉就带着林廷臣主动告辞。林廷玉让林廷臣先上马车，他对宋九渊认真的说：王爷，咱们谈谈。好。两个人走到了无人的地方。得知你和婉婉和离，我真的很高兴。姓林的，你再说一句。宋九渊眉目发冷，没想到忽然在他伤口上撒盐。哼，我知道自己心思龌龊，可从前她是你的妻，我不能违背道德。如今不一样了，她已是自由身，所以我会努力求娶她。王爷权势大，但此事我希望王爷能和我公平竞争。你有什么资格和我争？除了在江婉面前，宋九渊会流露出他柔和的一面。面对其他人，他向来都是心硬如铁。就凭从前，我从未伤害过婉婉半分。我若是喜欢一个人，一定将他捧在心间，不让他受半分委屈。王爷，您能做到这些吗？早在得知他们身份的时候，林廷玉就派人查过他们的过往。得知江婉从前痴恋宋九渊的时候，他无比的心痛，这就更坚定了他想呵护他的心思了。宋九渊头一次被人说得这么难看。林廷玉，从前本王确实伤害过婉婉，不过本王往后会千倍万倍还之，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和他在一起。宋九渊说完，大步走到他的骏马前，骑着马哒哒哒的就离开了。林廷玉这才松了一口气，调戏完了宋九渊，他才恍然察觉到后背都已经湿透了。他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两人对峙，如果不是靠着那一星半点的希望，他怕是撑不了这么久的。大哥，你可真拼！阿晨，等你遇见喜欢的姑娘，就会知道，为了她做什么都值得。林廷玉坐在马车上，脑海中是江婉那明媚的笑容，说是能跟她在一起，即便是面对再强大的敌人，他也一定会想办法应付的。我不懂，不过你们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救过我的姐姐，我希望你们都能幸福。哼，傻小子。江府里，江姐姐，这些都是我亲自挑选的，你可喜欢？楚楚，谢谢你。嗨，别笑我，就是想说什么直说。齐楚跟着他是有自己小心思的，许是因为他心思通透，他也没有反感啊。还有一个原因啊，他是怕把齐楚放走，这会啊会被六皇子那狗东西给收走。江姐姐，我瞧你功夫了得，能否教教我呀？哦，感情是惦记上我那一手好轻功啊。可齐楚不知道的是，江婉的轻功之所以能这么厉害，不仅仅是功法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有异能啊。平素怕被大家发现，他一直很收敛的。江姐姐，不如我拜你为师啊，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了呀。不用这么麻烦，我可以教你，不过学成什么样就得看你的资质和悟性。嘿，好嘞，江姐就放心吧，我一定全力以赴。齐楚乐颠颠的咧着嘴笑，被姜文哄一哄，却乐得找不着北。怪不得前世能被六皇子那个狗东西拿捏，这姑娘也太单纯了些，但迷糊的可爱呀。好不容易把齐楚给哄走了，这才拿着他的计划书，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空间里啊，他前几天晚上种下的花朵已经开花了。姜文小心翼翼的就把它全部摘下来炮制，将这些花朵的原材料处理完毕了。姜文这才想起来还得完善计划书呢。他提笔在计划书上写下了镜子，又列出了一排需要打造的工具。系统，我要的资料发给我了没有？姜婉前世虽然是个医学生，但是一些化学上的东西还需要恶补。好在系统是万能的，很快就给出答案来。主人，制造器皿的法子已经发给你了。行。姜婉琢磨了一晚上，次日一早就迫不及待地拿着画好的器皿去府城找最厉害的师傅们。这个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师傅们似乎并不会这些。哎呀，说好了不能麻烦宋九渊的，到头来他还是只能拿着图样去找宋九渊去了。婉婉，吃过了没有啊？我吃了过来的。宋九渊呢？他估计在书房，听说熬了一晚上没睡，我们怎么说他都不听。你要是见着他，帮我们劝一劝。您别生气，他只是怕慢一步，九州被别人掌控。我知道，难为他了。姜婉到的时候，里边传来噼里啪啦的声音，随后就是宋九渊的怒吼：你们怎么办事的？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到哪里去？
一个暗卫匆匆跑了出来，见着江婉微微行礼，很快就消失在他面前。宋义也走了出来。江姑娘，王爷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若是有事，可以晚些来寻他。也好。只是江婉才抬脚走，这门又吱呀一下打开了。婉婉，进来说。他淡淡的瞥了宋义，显然是有些生气。婉婉好不容易来找他一次，他居然劝着婉婉离开。怎么了？你发那么大的火？是叶欢，我让人守着叶府，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跑的。今早暗卫来说他不见了。之前审问叶夫人他们的事情不是封锁消息了吗？叶欢在不知道罪名的情况下居然跑了，估计有人给他透露了消息。算了，这事先不管。又一晚没睡，我会简单的推拿，你别乱动，我帮你按按。宋九渊是求之不得，乖乖的躺在这小憩的榻上，他的手法很专业，也很舒服。不知道是不是太舒服了，宋九渊就这么睡过去了。等他再度醒来，发觉身上盖了一床被子，而江婉就坐在对面的书桌上写写画画的。醒啦，方才灵儿给你送了些吃的过来，你醒来就快些用一些吧，一晚上不吃不喝怎么行？身子迟早被你拖垮。这一瞬间，宋九渊有一种两人成亲许久的感觉，他理想的婚姻似乎就是这样的。快吃吧，吃了我有事情要和你说。好。吃完之后，江婉才从一旁的书桌上拿起了一张纸。宋九渊，我想了想，你刚掌管九州，需要用银子的地方多，不如咱们一起合伙赚笔大的。宋九渊挑起眉梢，真的是爱死他这个模样了呀！能主动跟他扯上关系，他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愿闻其详。昨日的镜子你瞧见了吧？我有法子做出来。你有几成把握？9成。江婉俏皮的眨了眨眼眸，这么大的买卖，我一个人也掌控不住，你要不要一起啊？他知道这个时代是农工商，商呢是排在末尾的。要是他单打独斗，拿出这么好的东西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护住。可是如果是跟宋九渊合伙，那就不一样了。他相信他有这个能力的。好，我信你。你不怕我是忽悠你的啊？婉婉这般聪慧，你既然能说出口，自然有这个能力。就算失败了也没有关系，有我顶着。我才不会失败。哼，这是我需要的原材料，你让人去寻来，我亲自做一个试验品试试。还有提取精华的器皿，江婉打算亲自上阵。好，我会尽快。宋九渊接过他递过来的纸，又细心的问过了几个注意事项。宋九渊即刻命令着宋义交代下去。江婉的事情办完，这就打算离开了。你娘很担忧你的身体，若是时间允许的话，你适当休息休息。你在关心我吗？那炙热的眼神，随你怎么想，我先回了。江婉慌乱的从宋九渊的书房离开，瞧着他那些许凌乱的脚步，宋九渊的心情极好。江婉上了马车以后，还是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有点不太正常。他努力的平复着快要跳出来的心。姑娘，你怎么了？秋娘，咱们去看看铺子吧。孔雀街上熙熙攘攘都是人。姑娘，平素也没瞧见这么多人呢。怕是有些人在搞事情呢。那5家铺子如今已经是江婉的了，他自然是不能放任不管的。果然，他们刚走近，就瞧见江婉买的胭脂铺子里全部都是人，人人都在哄抢东西，生怕去晚了这东西就没了呀。平素这胭粉呢，都得2两银子呢，如今只要1两，真的划算啊！可不是，这口脂也便宜了一半，香叶阁的管事疯了。少说废话，快多买一些，总归是要用的。姑娘，这铺子卖给您的时候，那楼丫婆就说过，里面的物品也包含在内的。急什么？吞了我的就得一并给我吐出来。姑娘可有喜欢的胭脂呀？今日香叶阁所有东西都便宜5成。将你们管事的叫出来。秋娘就是江婉的嘴替。我们管事忙着呢，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的。你让管事的出来，就说我们是来收铺子的。一句收铺子，吓得女伙计面色一白。她是铺子里的老人，虽然知道这铺子已经转手了，就是因为如此，管事才想在离开之前带他们捞一笔的。这人莫非就是新东家？稍等，小的这就去叫东家。转告管事，不要试图掩盖你们做的这些事情，不然我家主子说了会报官处理，你们就等着吃牢饭吧。是。江婉在2楼落座。东家，您来了。东家，这里面怕是有些误会，你听我解释。好，我给你解释的机会。东家，这铺子先前是叶家的，您应该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他们怕还是指望叶知府能出来吧，也指望叶知府的名头能压住我。见他似乎是并不畏惧叶知府，刘管事这心里大哭。这铺子纵然以前是叶家的，可是现在是我家姑娘的，你们拿着这些东西贱卖，等同于是在谋取主子的钱财。小的不知。本来以为这个江婉不过就是外地过来的商人，不知什么？小的以为叶姑娘卖的是铺子，不包括铺子里的货物。秋娘，将这位管事带走，交给刘通判。全部推给已经跑路的叶姑娘，等同于是死无对证了。他能够想到这些，足以说明了这个人跟叶欢肯定是有过联系的。东家，小的真的不是有意的呀。小头，你快些将账本都拿来，今日亏损的，小的一并给东家补上可好？偷鸡不成蚀把米，可是江婉这么熟稔的语气，大抵是认识刘通判的吧？他不敢赌啊。东家，你要如何才能饶了小的呀？直到小桃拿来账本了，他粗略地看了几眼。刘管事，我还道你只是欺我刚来九州，原来你对老东家也不怎么样嘛。东家，罢了，从前的都是叶家的旧账，我也不和你追究，但我的可不行。你想我饶了你也行，告诉我叶欢的下落。东家什么意思？我不明白。既然刘管事不愿意配合，想必刘通判会有法子问出来。我若是说了，东家可能饶过我。说出叶欢的下落，平了今日的账，咱们两清。好，叶姑娘如今她在苏学寿府上。苏学寿啊，这个时候还敢收留叶欢，还真是胆大。王爷正在找他呢，你去那边说一声。好的，姑娘。秋娘匆匆离开，而刘管事明显是有些紧张。哼，你放心，我说了不计较就不会计较。多谢东家，他们都是听我命令行事，还望东家能大发慈悲饶他们一命。我本想着能用的人继续留着，既然你们做了选择，我这铺子自然留不得你们了。一并赶走确实才是明智的选择，他向来是不喜欢留下后患。行了，明日我会派人来清点铺子，你今天将账本准备好。走之前还叮嘱了一句，买卖铺子的时候我查过你们库房的物料，你从前糊弄叶家那套别放在我身上，不然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是。余下的伙计江婉仔细看过一遍，留下了几个老实不被器重的暂时看着铺子，其余人全部都赶走。等秋娘通知完了宋九渊回来，江婉就把这几个铺子交给他。秋娘，你先将那家药铺子好好整顿一番，过几日我亲自来义诊。这几家铺子里只有药铺，江婉是打算直接运营，因为里面的药材都还不错，再加上他的医术，一定能一炮而红。至于这其他的铺子，就需要循序渐进了。只是不知道为何，绿水的脸色一直不太好看。绿水，在姑娘面前不得如此。无妨。绿水，方才我和秋娘忙的时候，可是有人欺负你了？方才姑娘你们忙的时候，奴婢在门外听见有人嘴碎，在说闲话，也不知道是谁把姑娘您跟王爷和离的事情给传出去了。这会儿府城的人都在传，说王爷嫌弃您身份低微，且被王爷给抛弃了。还有更难听的呢，他不想说出来，污了姑娘的耳朵。他们怎么能这么说呢？明明是姑娘要同王爷和离的，这太不公平了。秋娘，这世道本就对女子不公平，所以我才坚持要和王爷和离，因为我想活出自我，而不是若干年以后别人提及我时只是寥寥数语。宋江氏，他不想成为依附于宋九渊的宋江氏，他既然是来大风了，总得带来一些别样的灿烂。秋娘跟绿水两个人都被江婉的话给镇住了，若干年之后再回忆起今日来，他们还是会说江婉的话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而比起江婉的云淡风轻，宋九渊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眼里是沁着冰块的。宋义，查出来此人，不必手软。王爷，方才去抓叶欢时，属下顺道查过了。宋义的表情简直是一言难尽了，他可真是万万没想到，叶欢都已经是亡命之徒了，居然还有闲心传闲话。是谁？是叶欢姑娘，她似乎特别讨厌您跟王妃。当然他没说的是，他不仅传江婉跟宋九渊和离，还传宋九渊不行，江婉性子跋扈，耐不住寂寞，等等等等的。
总之啊，府城的谣言已经变成了好几个版本的，还有说是宋九渊喜新厌旧，打算娶这府城权贵家室的姑娘，这样呢既能联姻，又能驱走这糟糠妻。不过这些话宋毅也没敢当着宋九渊的面说，怕他会被气到吐血。宋九渊是真想当场掐死叶欢了，但他明白他不值得脏了他的手。刘通判那边进展如何？基本的罪状已经审问出来了，还差一些同谋的罪状待查证。不得不说，这个刘通判还是有些手段的。让他早些办好，还有窝藏叶欢那家人一并抓了吧。是，王爷。宋毅领命离开，而宋九渊想到那些难听的话就坐不住了。若是传到婉婉耳中，他一定会很伤心吧。司机死，宋九渊脚步不停地去了江府，这种时候怎么能够少得了他呀？所以姑娘，你并非对王爷无意。江婉不想成为一个又被困在后院里的人，不然他这是白来大风一遭了。奴婢明白了。奴婢也想成为一个靠自己的姑娘。宋九渊跟宋九池来的时候，绿水去整茶点了，而秋娘就贴心的替他按了按手臂。宋九渊特别想上去替他揉一揉，有些手痒啊。外面的谣言你听说了吗？略有耳闻。婉婉姐，那些人就是吃饱了没事干，你不用放在心上，我大哥已经在处理了。有你们处理，我更不用操心了。而且那些人也不知道从前的张王妃长什么样。不过你们以后来我这儿还是悠着点，别被人跟踪。我还想过一段清静日子。婉婉姐，是不是晚了点？先前进来的时候他就说呢，这府外怎么有那么多人在看八卦，感情就是在确认婉婉姐的身份啊。这确实晚了。婉婉，别生气，我这就去解释清楚。你怎么解释？说我硬要和你和离，届时别人该说我有异心了吧？指不定还得传我和别的男人跑了呢。罢了，随他们说吧。那铺子里的事情，我得换个身份了。他不太在意的模样，让宋九渊这梗着的心口是微微发疼。偏生这个时候，林廷玉又来碍眼。婉婉，我买了梅花酥，你快尝尝。那香味顿时就飘散开来，早就饿得饥肠辘辘的了。如何？宋九渊不断地对他抛着冷刀子，可惜啊，那边的林廷玉是完全不接招。还不错。宋九是发觉大哥不太高兴。太甜了吧？我觉得不怎么样。没错，大哥的情敌就是他的情敌。可能你不喜欢甜食，所以吃不惯吧。林廷玉也不生气，倒是显得宋九是有些无理取闹了。婉婉，罚了你先去歇歇。江晚睡到了自然醒，最近太忙了，他都没怎么护肤。哎呀，看来这提炼护肤品的事情得早日提上日程了。忙着处理铺子的事儿，他还让秋娘去娄丫婆那儿挑了几个人。不多久，厨房2个厨娘，外加2个粗食丫头，另外再买了2个看门护卫的成年男子，这些都交给秋娘来办，他也放心。江晚自己拿到了宋九渊送来的原材料的时候，就径直钻进了空间里搞研究。直到某天研究做到一半的时候，我又寻来一些材料，想着一并交给你。走，咱们去外面说。先前送过来的材料他已经制好提取工具了，很快他亲手做的第一套护肤品即将面世。宋九渊却对着光秃秃的花园有些好奇。婉婉，你这是？这么大片空地荒着也是浪费，我着人开垦出来，废物利用。江婉兴致勃勃地跟宋九渊说着接下来的计划。这一片将是我的试验田，这一块种花花草草，这一块种蔬菜，这一块种水果。听他这眉飞色舞的介绍，宋九渊被震的是目瞪口呆。他还以为江婉把这花园开垦出来是种花的。婉婉姐，这么雅致的院子用来种菜，怕是降低了院子的档次啊。什么档次不档次的？但凡是人都得吃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若这样分3、6、9等，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确实低微。毕竟士农工商，我可是要从商的。就吃，过了几天好日子，你就忘记我们当初流放是怎么过来了的吗？他们当初比普通人的身份还要低微呢。婉婉姐，对不起，是我失言了。无妨，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于你们来说确实掉价。这也是他坚定和离的原因之一。毕竟这别人家的贵夫人手里攥着铺子，可都不曾自己亲自出马，而他就不一样了呀，他喜欢赚银子的快乐。婉婉，我没有这个意思，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我也支持你，婉婉姐。江婉也没计较，把人带到了前厅。江婉伸手指了指，尝尝吧。这是他空下来的时候研究出来的新茶点，奶茶配雪媚娘。
好香啊！一口雪媚娘下去，瞬间眼眸发亮。梨儿最喜欢甜食，她肯定很喜欢。等你们回去的时候，给大娘子和梨儿都带一些。宋九渊慢悠悠地抿了一口奶茶，此法倒是新奇，既有奶香味，又有茶的清香。我若是拿出去售卖，你们觉得会有人买吗？香丸眨巴眼眸，这是他打算做的一个生意。那些姑娘们一定会趋之若鹜，是门好生意，只是花样……放心，多着呢。你们若是感兴趣，去铺子里吃就行。除了雪媚娘，他还教秋娘做了一些小蛋糕、甜甜圈、提拉米苏。回头我带那些朋友们去。宋九池来到府城这几日可没闲着，大家都巴结不上他大哥，就让家里的孩子们来跟他套近乎。好呀，你们今天来找我，没有其他事情要说？以叶知府为首等人的罪名已经落实，不出数日，京都那边便会定夺，府城会派来新的地方官。其实他做的远远不够，拔除了叶知府和他的爪牙，可是九州下面20好几个城镇呢，那些地方官中不乏有叶知府的人。那对父子那么防你，派来的人怕是他们的眼线。不管来的是谁，他知道我们的关系，若是为难你，你不必忍气吞声，一切有我。让江晚的心里暖暖的。他可是冷漠无情大反派啊！兄弟，你是不是崩人设了？你的事情就是大哥的事。真心希望大哥能够早日将婉婉姐再度娶回来。瞧瞧婉婉姐这万能的样子，这东西也太好吃了吧！我以后再也不嘴贱了。明日我筹备的益生堂开张，我会亲自在那儿义诊，你们最好不要出现，因为我会隐藏自己的身份。好，听你的。即便两个人没有合力，有些东西还是要藏在暗处，免得被那对父子给盯上。离开之前，婉婉，这是该分给你的私产。拿出了一叠地契跟房契，是他承诺给江婉的。这么多，江婉差点惊到眼珠子，想到自己空间里卷走的，第一次有些不太好意思收。你收着，晚些宋义会送一些其他东西过来，你记着收。说完，他就脚步匆匆的离开。姑娘，王爷待您极好，想必是真心哄你回去的。掌心的气数滚烫，烫得他的心口都是热的。思索间，绿水领着一行人进来了。宋义带着宋九渊的人抬了不少箱子。江姑娘，这是王爷吩咐下属送过来的东西，这是单子，他请江姑娘查看。满当当的都是些箱子，江婉甚至怀疑宋九渊是把他所有的财产都给他了。他拿起单子一看，嚯，好家伙呀！南海珍珠、珊瑚。宋义，你确定没送错地方？江姑娘，这是王爷的心意。宋义知道宋九渊的心思，也不介意替他在江婉的面前美言几句。嘿，姑娘，王爷对您用情至深呢。先搬到库房去吧。江婉被打去的俏脸滚烫，这样一幕被赶来的林廷玉给看在眼里。婉婉，这些是王爷送给江姑娘的。宋义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爷的头号亲弟，忙不迭地帮宋九渊宣示主权。林廷玉皱眉看向院子里摆满的箱子，心口微微一痛，尤其是江婉那幸福的眼眸刺痛了他的眼。江婉沉浸在欢喜里，并没有注意到这些。他仔细查看了宋九渊送来的原材料，质量是属于上乘，看来宋九渊底下人办事能力还不错嘛。婉婉，林廷玉总算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他又恢复了平日里温润如玉的模样。可需要我帮忙的地方？谢谢你的好意，不过大部分事情我已经安排下去了。他从袖子里抽出了一叠房契。婉婉，这里有些铺子，你若是有看中的，我便送给你当谢礼。不用，林公子，我虽救你性命，但你早就道过谢了。一点小事儿，你真不必一直放在心上。他简短的几句话让林廷玉的心中刺痛。他在宋九渊的面前从来都不是这样的。那好，若有需要的，你再来寻我便是。他极力的挤出了一抹笑容，跟江婉告辞。宋义，你主子近来可忙？忙的，王爷刚来九州，要处理的杂事还多着呢。王爷每日只能小睡2-3个时辰。劳烦你多叮嘱他好好休息。这是我制的安神香，你拿回去给王爷。另外这些药丸子，你转交给他吧。好的，江姑娘。现如今江姑娘已经能主动给主子送礼物了，那距离主子追回江姑娘的日子还远吗？至于宋义，当他拿了几个盒子回到王府的时候，王爷，东西都送到了，婉婉是什么态度？送到了，王爷。江姑娘非常高兴，
还给王爷回了礼。这是江姑娘特地给主子做的安神香和药丸子，她还叮嘱属下督促主子保重身体，万不能伤害自己的身体。本王知道了，你先下去吧。他迫不及待地点上，熟悉的香味就萦绕在屋子里。上次江婉带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他实在是太贪恋这个味道了。看来婉婉心里还是有他的。宋九渊平躺在榻上，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外面宋大娘子走了过来，她身后的小丫鬟手里拎着一个食盒。夫人，江姑娘送来了些安神香，王爷已经歇下了。睡了好，还是婉婉好啊，她心底好，还惦记着我们。娘，婉婉姐对大哥还是有感情的。顺其自然吧，这丫头一到府城就忙得脚不沾地的，咱们也不好去打扰她。你要是有时间，就多去帮帮婉婉，也跟着多学些东西。知道了。折腾了大半日，江婉总算是提取出了玫瑰花精华，她放在鼻尖闻了闻，味道正合适，不会太香，也不会太浓郁了。她又提取了菊花，做了简易的菊花面膜，还做了茉莉花水，将做好的护肤品用玉瓶给封好。江婉洗了洗脸，顺便做了一个护肤。做完之后，瞧着镜子里自己那白嫩的脸，她笑弯了眸子。看来做得很成功嘛。姑娘，虽然王爷派人澄清了你们和离的事情，不过还是有许多人在乱嚼舌根。毕竟九州出了个王爷，官家女子都是卯足了劲儿想要成为王妃，自然是不会说江婉这个前王妃的好话。随他们去。在自己脸上抹了一些护肤品，顿时变得唇红齿白。姑娘，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护肤品，你瞧瞧效果如何？天哪，姑娘的皮肤好水嫩，就这冰肌玉肤的模样，府城有几个能比得上姑娘？那这个是给你和绿水的，你快拿去试试。还有一份，你等会儿给楚楚送过去。你们不试用，我怎么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等你们用完还得给我反馈，我再根据你们的意见修改配方，这可是很重要的任务。今日要一诊，江婉并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若是有事儿去益生堂唤我，让铺子里的伙计传信给我就是。好的，姑娘。他走的是后门。婉婉，你怎么认出来的？只要是你，化成灰我都认识。怎么感觉这不像什么好话？往后请叫我江远，江公子。好，婉婉到底还有多少技能是我不知道的？他这乔装的手法未免也太高明了些。这是送你的开张礼物，江大夫。里面居然是长短大小不一样的金针，足足有108根，每根都打磨得非常的精致小巧。宋九渊的用心他自然是感受到了，他似乎是真的在认认真真的追他。之前我问过师兄，他说药王谷的谷主有这么一套金针，所以给你也准备了一套。多谢王爷。这是回礼。宋九渊的嘴角微微翘起，像是在说，你也得记得给我回礼啊。好，你别忘了吃药。徐碧脚步飞快的就消失在了宋九渊的面前。我的婉婉呀，不仅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女子，也最是心善。很快就抵达了益生堂。彼时秋娘请来的掌柜跟伙计们已经把铺子清理好了。渐渐的，2个老大夫面前的人就开始排起了长队，而江婉面前呢，依然是没什么人来。江大夫，王大夫和李大夫是陈府的老大夫了，许多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才都会去找他们看诊呢。谢谢你特地过来扎心。等不及的可以先来我这里。倒是又有几个人愿意找江婉看诊，不过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风寒。江婉描述的症状都特别准确，倒是让旁边的王大夫跟李大夫有些诧异。小江，你学医多久了？江婉开的每一张方子比例都很完美，并且都是对症下药，这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初学者能开出来的方子。他也渐渐明白了，这个小公子啊，怕是有些功底的。10几年了吧？这小子天赋确实不错。老王，让老夫来瞧瞧。李大夫看完之后，抚着自己的胡须夸奖道：“小江啊，你这方子开得不错。”谢谢李大夫夸奖，不过我能有今日，都是我那师傅教的好。
小江是从何人呢？我师父性子低调，不许我打着他的名号在外行医。不过悄悄告诉你们，我师兄是药王谷谷主。你是医圣的徒弟？那你们可知我不止一位师兄？唉，我师父为人向来低调。这莫非医圣的师傅如今还在人世？医圣的名号如雷贯耳，可这小江年岁也太小了些。你们不信啊？哼，不信也无妨。若是今日那常庸患者再来寻我，我当着你们的面给他做个手术如何？说到底啊，江婉还是惦记着今天那个阑尾炎患者。大风的大夫很少会给人开刀，以至于肠胃炎说是轻症，就是喝药辅以针灸缓解；说是重症的话，基本上就是无药可治。好，若你真的能治好那人，我便相信你是医圣的师弟。李大夫，那就说好了，万一那二人再度回来，你得帮我劝说一二。你这小子倒也是皮，怪不得你师父让你低调些。到底还是中了你的圈套。王大夫也是摇头失笑。短短几息的功夫，二人对江婉的态度就不由得感官。天色渐晚，铺子里的伙计收拾收拾清理好铺子。江婉又对钱掌柜说：钱掌柜，我再提个小建议。江大夫，您说。我建议咱们铺子门口可以设置个小型分诊台，这样病人来时便可以根据轻重疾缓分给每一个大夫，也不至于让重病的患者一直等，是不是？如今他这虽然呢只是一家小型的药堂，但是江婉有细心把它给做大，往后呀这个益生堂肯定还得扩建呢。此法不错。李大夫先附和了江婉的话。轻微症状的可以交给小江和我这两个小徒弟先看看，若是他们解决不了，再让我和老王一块上。不如这样吧，咱们俩换着来，明日我看重症，后日你看重症，总得有人给他们把关。钱掌柜闻言，晚些我亲自去问问东家，看那边怎么说。也行，那咱们先回了。刚回到屋子换好衣服，就听到秋娘说钱掌柜来了，让他按照江大夫的吩咐做事儿就行。秋娘一向聪慧，很快就回了钱掌柜。今日家中如何？林公子来过，得知您不在，小坐片刻便离开了。好。这才把秋娘给打发出去。次日一早，昨日那位来胃炎的患者被他的儿子儿媳给扶了起来。大夫，快救救我娘！快去内室。不一会儿，李大夫从室内出来了。小江大夫，那位长痛的患者怕是没有办法医治了，你先前说的手术法子可还有效啊？我得看过再说。江大夫，你先瞧瞧吧。好，我先进去瞧瞧。跟着他们进了内室。小江大夫，请你救救我娘。娘，你再等等，小江大夫说过，手术以后就能救活你。不要！娘，试一试，咱们试一试好不好？江婉轻轻按了按薛老婆子疼痛的地方。哎呦，疼！可治，你们都出去吧，没有我的允许，不许随意进来。另外，再拿些麻沸散过来。这老婆子如此固执啊，江婉舍不得拿出空间出品的好东西。好的，稍等。你们还站在这里做什么？相公，这行吗？咱们也没有其他法子了。小江，老夫留下帮你吧。还有老夫。多谢二位前辈好意，不过我一个人足矣。江婉把所有人都给赶了出去。屋内，江婉动作极快的忙着做手术。相公，娘真的不会有事儿吗？他有些后悔，早知道啊，今儿就不该多嘴告诉相公，有一个小大夫说可以救娘。这是什么手术呀？万一要是害死了婆母的话，他相公怕是会扒了他的皮啊。娘会没事的，对，她一定会没事的。众人在门外等得心急如焚。转眼过了半个多时辰，手术一切顺利，麻醉散的药效还没过去，要等一会儿。小江，好样的！就在这时候，江婉手里拿着个小托盘，这就是从他体内取出来坏死的部分。原来是这东西在作祟呀！
我们若是会这手术之法，早些年也能挽救不少人的性命。说话间，这病榻上的薛老婆子总算是悠悠转醒。娘，你感觉如何？我好像没那么疼了。不对，是另外一种疼。娘，小江大夫已经替你取出坏死的部分，所以你腹部不疼了，现在是伤口疼。阿婆，你放心，手术非常顺利，你只需要卧床休息7日，便能完全恢复。小大夫，谢谢你。大郎，快替娘谢谢小江大夫。多谢小江大夫救我娘。不用这么客气，再抓几副方子，有任何不适可以来药铺找我。小江大夫呀，你先回去休息，余下的交给我们处理就好。刚回到江府卸下伪装，宋九渊跟宋九离来了。婉婉姐，我听说你给齐楚送了自己亲手制的护肤品，放心，也有你的份儿。婉婉姐最疼我了，听说这效果出奇的好，我先去试试。秋娘，你帮帮她。两人一走，前厅就只剩下了江婉跟宋九渊2个人了。江大夫，听说你家中已有未婚妻。想到他即便是女扮男装，依然吸引了那么多女子的爱慕，顿时就心里酸得冒泡。不过是应付几个小姑娘的话。江婉面无表情地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折扇，递给宋九渊。给你的回礼，你小心一些，扇子里面有刀片。这扇子极好。婉婉送的礼物总是如此贴心啊。你仇敌多，拿着可以防身，这是些毒药，可以抹在刀尖上。婉婉，我很喜欢。至少婉婉还是在意他的呀。来不及说太多，宋九离就蹦蹦跳跳的进来。婉婉姐，你这护肤品比胭脂水粉还要好用，我还给大娘子准备了一套，你们等会儿回去的时候记得带上。娘肯定也会爱上这些的。再过些日子，我会开个铺子卖这些东西，你可以带你的小姐妹去逛逛。江婉知道，她忙碌的时候，这宋家人也没闲着，估计宋九离也认识了不少这府城权贵子弟。好呀。忽然眼珠子一转，说：婉婉姐，近来许多人邀请我和娘参加了不少宴会，娘想着也该设宴请大家去咱们府里坐坐，届时你带上铺子里的新鲜玩意儿来玩，你觉得如何啊？李二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合计合计，届时一定参加。娘最喜欢婉婉姐了，她知道肯定高兴。宋九离决定回去就催着娘快些准备。祖父，我也不知道江姐姐在不在家，反正啊，她是一个顶顶有趣的人，你一定喜欢的。为首的是齐楚，而他身后跟着一个熟悉的老人。此时老人瞪大眼眸，满脸震惊的就看着江婉。小江，好久不见呐。你们认识吗？嘿嘿，没想到咱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呐。大人，没想到你就是楚楚的祖父，咱们还真是有缘。的确是有缘分，既然你和琪琪投缘，那往后也该叫我一声爷爷吧。楚老特别高兴，本来以为到了九州可能会见到江婉，届时他一定要介绍江婉跟孙女认识，没想到这俩人早就认识了，孙女还被他照顾良多。江姐姐，原来你就是祖父说的那个极其厉害的人啊！几个人相视而笑，江婉索性就安排楚老在此住下。江婉还特意派秋娘买了个庄子，里面种了好些花，她得提前制作一些玫瑰花水啊。哎呀，事情可真多呀！但是忙碌的同时，江婉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小江大夫，你救治那位长痛患者，这事情不知被谁给传了出去。如今整个府城的人知道咱们益生堂多了位小神医呀，能剖腹治病，那些有病的没病的都往这儿跑，这可是好事儿啊！往后这益生堂的名号只会越来越响亮的。可倘若你在，那些人怕是没病也会说自己有病啊。这样吧，我这几日先不来了。益生堂他打算连续去半个月，等铺子里几个大夫都信任他的医术之后呢，他就不常去了。他们救治不了的病人，再让人来寻他就是了。次日一早，秋娘就前来说林廷玉等他许久了。林公子，婉婉。林廷玉深深地望着他，眼里面浮现出了一抹挣扎。你匆匆寻我几次，可是有重要的事情？漂亮的眸子清澈见底，林廷玉心里又是一慌，苦涩地开口说：婉婉，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啊。倘说你有一件心爱之物，得到它
需要你违背道德和底线，你会不择手段吗？他不敢看江婉那坦淡的眼神，只能是垂眸遮住眼底的失意。我会不择手段，但不会违背道德和自己的底线，因为人的底线一旦降低，便会一低再低，再也没了回头路。林廷玉愣在原地了。我明白了。林廷玉，你可是遇着什么麻烦了？这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再不济还有我们这些朋友呢。婉婉，这里有一封信，劳烦你转交给王爷。你为何不亲自给他？他还真不知道这两个人私底下是相熟的。有人盯着我，你去送稳妥一些。他把信放到了江婉面前，有些狼狈的离开了。他怕自己再晚一步，心里的恶魔就会阻止他把这封信给交付出去的。总感觉今天的林廷玉有些不对劲儿啊，但是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就忙不迭的去了王府。他到的时候，宋九渊还在书房里处理公文。婉婉，你怎么来了？可是狗皇帝又为难你了。以江婉对这个原剧情里的狗皇帝还有六皇子的了解，又怎么可能会让宋九渊得逞啊？即便是让他得逞，怕也是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添堵的。宋九渊面色难看。婉婉，那狗东西给我赐了个侧妃。这一次啊，他直接叫皇帝是狗东西了，说明他确实是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啥？江婉是真没想到，恶心人的方式有那么多。狗皇帝会用同一招来恶心宋九渊，毕竟当初原主被赐给宋九渊就是为了恶心他的呀。可是得知将有新的侧妃进府了，江婉这心里就没来由的难受。你打算如何？婉婉，让人消失的法子有很多种，他要送眼线到我身边，我自不会让他如意。狗皇帝这手伸的可真长了，就连他跟婉婉和离的事儿也早就有所耳闻了，并且再度插手他的婚事，让他的忍耐度是一再下降。可说那人和我一样有不得已的理由呢？婉婉，这世上没有第二个你。不管那个人是情愿的还是被迫的，他都不会留下的。他太了解江婉的性子了，眼睛里揉不得沙子。说是他当真跟那个人有什么，江婉怕是再也不会回头的。那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呢。先不说这些，这是林廷玉给你的信。他给我的信？宋九渊有些诧异，他们俩可是情敌啊。他嘱托我一定要亲自交到你手里，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宋九渊当了江婉的面打开了信，越看心里就越是发沉，眉头紧锁，看来的确是大事啊。他说什么了？江婉简直快要好奇死了，也不知道这俩人有啥秘密啊。有人想找他对付我。宋九渊自然不会傻到告诉江婉，那个人是用他来诱惑林廷玉。他跟林廷玉想的是一样的，认为这是对江婉的不尊重。对付你？看来那个人手里面怕是有林廷玉的把柄啊。婉婉，此事我来处理，一定不会波及到你。宋九渊不打算让江婉参与这些事儿，接下来的事情呢，他就会跟林廷玉双向联系，尽量不牵扯到江婉。婉婉，那些人知道你我的关系，怕是会对付你。他想要开口让他留在王府，似是猜到了他的想法。宋九渊，我能照顾好自己，除了他们，我也没其他亲人，他们伤不了我。远在京都的娘家人对江婉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他没什么好怕的。让我的人暗中保护你吧，只留一个人在你府上，绝不会干预你的生活。罢了，不许窥探我的隐私，尤其不许进我的房间。他可不想空间这秘密被人发现。你不说，我也不会让他乱看。暗卫都是男子，他自然也是不希望那些人过界的。江婉想起了六皇子是原书男主，他就膈应的不行。可是不得不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男主光环在的，不然他那么作死，怎么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还有那花想，怕是也在暗戳戳的想着搞事情吧。可他是君，你是臣，你打算如何？宋九渊的眼眸就忽明忽暗的闪着，他袖子下的手攥成拳，忽然压低了声音开口：婉婉，想当皇后吗？大逆不道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江婉微微抬眸，甚至他能够瞥见他那黝黑的黑眸里的野心。他清楚的知道他说的很认真，并不是在开玩笑的。宋九渊，你该问你自己对那个位置有没有想法。如果我想，你愿意和我一起吗？抱歉，我方才失控了。他明白不该将婉婉拖入这么危险的漩涡的。宋九渊，跟着你的心走吧。可你不想。宋九渊的这嗓音里带了一丝委屈，方才他的眼神其实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我是不想坐上那个位置，一入宫门深似海，我习惯了自由，过不惯那样的日子。即便那个人是他深爱的人，将来也是不会委屈自己的。我明白了，你不想坐那个位置，
那咱们就不错。只要不是那对父子，宋九渊可以扶持任何人的。别，宋九渊，你自己考虑清楚，可千万不要考虑我的立场。我不想若干年后你回忆起来后悔。好，我听你的，好好想想。其实他也不想坐上那个位置，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了。只是他们害了他宋家，他是不可能会放过他们的。宋九渊，你万不可涉险。婉婉，你是在关心我吗？宋九渊，没人说你很自恋吗？婉婉，你能关心我，我真的很高兴。宋九渊大手轻轻揽住江婉的腰肢，两人鼻息萦绕，感受着彼此的气息。江婉更是心乱如麻。我是怕你出事儿，往后在九州没人护着我。婉婉，他低哑的嗓音温柔地唤着他，轻软的唇就落在他唇边，仅仅是一个轻柔的吻而已。江婉的唇角像是电流拂过，心更是漏跳了一拍。婉婉，我怕自己会忍不住再欺负你。宋九渊，他娇俏地瞪了他一眼，处理好你那些烂桃花再来撩拨我，不然别怪我不讲情面。婉婉，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些。感受到他的掌心滚烫，婉婉，别动。这才发现自己窝在宋九渊怀里呢，两个人这个姿势吧，有点暧昧。他忙不迭地想推开宋九渊的，却因为惯性，两个人双双倒地。江婉就鬼使神差地抱紧了他的脖颈，而江婉呢，不出意外地把人给摁在了地上，冷香扑鼻啊。婉婉，深邃的眸子紧紧盯着他那娇软的唇。他猛地闭上眼眸，遮住眼底的疯狂。哼，宋九渊，我不是故意的。婉婉，你可真是会撩拨我。宋九渊的喉结微微滚了滚，不得不承认，在他的面前，自己这个自控力是愈发的低了。谁撩拨你了？不敢跟他深情的眼眸对视。是，你没有撩拨我，是我想撩拨你。宋九渊的嗓音里都是压制。在江婉满目诧异瞪大眼眸的时候，他的吻就落了下来，不比先前温柔的一触即离。这一次他有些不受控制的就碾磨着他的唇齿。这一刻他甚至觉得宋九渊身上这个冷香味很好闻，让他不由自主的跟着着迷。婉婉，江婉努力的按住撒了欢的奔跑的心口，遮住自己心底的慌乱，却是有些失言。婉婉，我会负责的，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他的尾音似乎带着某种蛊惑的力量，让江婉坚定的心逐渐动摇。他承认他对宋九渊心动了。他方才好不容易压下的心跳这会儿又猛烈的跳跃起来，脑海当中似乎还在回忆着方才他吻自己时那紊乱的呼吸。好，和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包括九州都是你的。宋九渊克制的松开他，深邃的眸子里满是不舍，他就飞快地溜之大吉。而宋九渊也是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指尖落在自己唇上，仿佛那儿还残留着婉婉的气息。次日一早，小江呢？我们爷孙俩在这麻烦你这么久，也是该搬出去了。江姐姐，祖父在府城有一处宅子，我们打算搬去那边住。楚爷爷、楚楚，你们不必和我这么客气。江婉已经习惯了齐楚每天这叽叽喳喳的日子了，倒是有些不太习惯他要离开。江姐姐你放心吧，我一有空就会来找你玩的。难得这皮丫头能闲下来，从前可是一个地儿待不了3天的人呢。楚老眼里都是宠溺，也难怪前世会因为齐楚站队六皇子那队呢。楚爷爷有空常来，我给你斟酒。放心，我可舍不得你这手艺。楚老哈哈笑着，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块玉佩。大人，这不合规矩。闭嘴！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这东西我想给谁就给谁。江姐姐，快接着呀！这是象征我们楚家身份的玉佩，往后呢，只要你有需要，可以随时拿着玉佩去找我们楚家人的。除了我们自家人，祖父一共只给出去过1块玉佩，有这块玉佩啊，你需要的话，祖父的门生都能帮你的。大人，三思啊！而是他的身份特殊啊，和宋九渊即使已经和离，却一直是牵扯不清的。从前楚老最讨厌的就是搅和进皇权争夺，可这……行了，多谢楚爷爷好意，只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收着，
你若是不收，是不是嫌弃我老头子？江婉忙不迭地接过楚老的玉佩，江婉的心情都还不错，只是想起宋九渊既来着越发直白的和撩拨人的手段，他俏脸滚烫。主人，系统检测到你今天心率超过100了哟。筒子啊，我要的鲜花你种下了吗？还有池塘清理了吗？里面的鱼儿都快要泛滥了吧？主人，狗还是你狗。系统想摆烂。主人，这些都是你该做的事情。是吗？我还以为我拥有了世上最好的系统，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啦。主人你没错，刚才系统只是想休息一下。于是很快江婉就发现空间这空地上有鲜花种子被自动种下。小样，我还拿捏不了一个小系统。忙碌的时候还好，人一旦闲下来了，江婉就会想起发生的事儿，耳边似乎还响彻着宋九渊带有磁性的声音，他说想跟他在一起。哎呀，江婉失眠了，他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呀，心口是时而甜蜜时而烦躁，这折磨的他怎么也睡不着。一静下来，宋九渊那张俊俏的脸就会浮现在他脑海里。天哪，陆，我可是立志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可让我就此和宋九渊划清界限，我心口又闷又难受。江婉烦躁地睁着眼到天亮，第二天一照镜子，哇，这黑眼圈特别的明显。江婉拍了拍自己脸蛋儿，既来之随安之，既然已经心动，便跟着我的心走，考虑那么多做什么？这么想着，江婉梳洗完毕，用过了早饭，就直接朝王府跑去了。也许我是该和宋九渊好好聊一聊，这样才能知道两个人之间到底有没有未来。只是没想到宋家人都围在一个小姑娘面前。听说渊哥哥出事，我们急得不行，如今看见你们安然无恙，我也算放心了。如画，你有心了，也难为你一个姑娘家跑这么远来看我们。是啊，如画姐姐，我们都没事的。你爹也真是的，这么远的路途，怎么能让你一个姑娘家自己来呢？多危险呐！倒是宋九渊一个人坐在那里喝茶，直到瞥见江婉的身影了，他的眼里才染上笑。婉婉，你怎么来了？婉婉，这是相公好友的女儿江如画，小时候在我们府上住过一段时日，和离儿关系亲厚。原来是宋九渊的小青梅啊。宋姨，小时候渊哥哥和九池最喜欢带我和离儿淘气了。江婉啊，他听说过的，似乎是渊哥哥从前娶的娘子，所以他这才不动声色地表明他跟宋家人的关系亲近。江婉又不傻，只是早上出门时那股子欢喜的感觉已经渐渐地消散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淡淡的酸涩。这儿不是现代，即便宋家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亲人，未必也不会允许再有一个人插足他跟宋九渊的感情的。他们之间横亘着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三观，而宋九渊说的负责和他理解的是不一样的。更何况还有狗皇帝啊，送给宋九渊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到的侧妃，他的心一点一点的坠入谷底。宋九渊心里没来由的慌了慌。婉婉，我们出去说。他有一种预感，江婉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满目欢喜的，因为他瞧见了婉婉上扬的嘴角慢慢的收敛起来。不用了，只是昨天那幅字画落在马车上了，我过来拿。宋九渊深邃的眸里都是失落。好，我让人去书房去。江如画依然是温柔的笑着，仿佛看不出来宋九渊对江婉的特殊。婉婉，便留下一起用饭吧。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儿，虽然他不想勉强江婉，但是也不希望别人捷足先登。我上厨房做你喜欢吃的肘子好不好？梨儿，你偏心，都不记得我喜欢吃什么了。你喜欢吃的鸭翅我已经命人去准备了。梨儿你真好，无时无刻不在展现自己跟宋家人的亲近。他本来是不想多待的，可是现在离开呢，又显得他很怂似的。餐厅里，众人默契地把宋九渊身边的位置就留给了江婉，宋九渊更是沉默不语地替江婉布菜。江如画这脸上的笑啊，都快维持不下去了。如画姐，你喜欢的鸭翅，快尝尝。宋九离这个没心没肺的，并没有意识到江如画心里的失落。其实我现在也能吃一些油腻的了，肘子也不错。
江如画的目光就落在了江婉面前那一盘肘子上。可是肘子里面放了很多辣椒，如画姐，你不是不能吃辣吗？我可以试试的。说话的时候，他那漂亮的眸子就落在了宋九渊脸上，很快要移开，仿佛要试的不是肘子，而是宋九渊。如画，别强求自己，找到合适自己的最重要，不是吗？一语双关。宋姨，我还是想试试。如画呀，你身体不好，我还得替你父亲好好照顾你。江如画刚升起来的那一点子欢喜又差点泯灭了，尤其当宋九渊说让他住另外一处宅院的时候，这种难过是直接达到顶峰啊。如画，我在府城另外一处有个宅子，你去那边住一段时日吧。宋九渊就仿佛没有察觉到他的不喜一般，递给江婉一个安心的表情，继续说：现在府城的形势有些复杂，我会派人护着你的。渊哥哥，我不怕的，我可以和黎儿住在一起。是啊，大哥，如画姐姐和我住也可以的。渊儿说的对，安全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渊儿和九石现在还未成亲，你住在这里对你的名声不好。宋姨，没事的，从前我也是和黎儿住的呀。那不一样，那时候你们年纪还小，姑娘家的名声最是重要，可不能耽误你。没关系的。倒是宋九渊这个解决情敌的态度让他非常满意。什么没关系啊？忽然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程锦。江婉也是心里一惊，这个人他有点印象，是原书中宋九渊的好兄弟，后期帮了宋九渊大忙的，可惜他敌不过男主定律嘛，最后也挺惨的。呵呵，你怎么这么惊讶？如画，你没跟他们说我们是一起过来的吗？我忘记了。你们是一起来的？是的，不过我却办了点私事，如画可能太久没见到你们，所以忘了说了。他很宠江如画的，这是江婉的第一感觉。第二感觉呢，就是他看向自己的眼神讳莫如深。宋大娘子让府里的下人贴了一双筷子。方才你们在说什么呀？渊哥哥说让我住他在府城的另外一处宅子。住什么其他地方？你这院子这么大，还住不下我们？对他名声不好。他不想让婉婉误会。有什么好不好的？咱们都是男未婚女未嫁，看对眼儿也没什么呀。程锦，你清者自清，可会影响到女子一亲。渊哥哥，程锦哥哥，你们别吵了，我去其他地方住没关系的，反正都在府城。你一个人住我可不放心，那我就跟你一起。不用，程锦哥，你是来帮渊哥哥的，住在这里更方便一些。吃完饭之后，宋一送他们去了那处院子。如画，你怎么了？程锦哥，我没事。你看起来哪里像没事的样子？从前是他们被赐婚没办法，如今机会来了，你怎么也得抓住。可渊哥哥喜欢的好像是江婉。他虽然喜欢渊哥哥，确实也不想当那个卑鄙的人，也不想勉强他。怎么可能啊？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昔日，也以为江婉还是从前那个烦人精呢。婉婉，你别误会，我以前只将如画当成妹妹。我知道你对她没心思，可不代表她对你没心思啊，不然江如画对我莫名的敌意从何而来？你方才来时想说什么？而江婉却已经没有早起身那么上头了。没什么呀，好了，你忙吧。婉婉，你真的没其他意思啊？没有，宋九渊，我需要好好想想。我等你。婉思阁也是刚开业，他自然要去的勤快一些。他清点好了铺子里的库存还有账本，打算回府。恰好江如画就走到他家铺子门口了。婉婉姐，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江婉拒绝的话到了嘴边。九渊，我们出来九州，多亏你照料。如画说请大家去府城新开的如意楼里用饭，你赏个脸呗。宋九渊却没有直接答应。婉婉，你意下如何？大概是宋九渊只尊重他的态度取悦了江婉。好啊。就在方才他还在想，倘若渊哥哥一厢情愿，江姑娘不喜欢渊哥哥也好呀，他会温暖他的。可是渊哥哥一提，江婉就答应了呀。他觉得自己这心就像是破了个口子似的，分外难受。可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忍不住的奢望啊。如画，快上马车吧。婉婉姐，
你觉得渊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但是这话却是充满了试探。宋九离其实也特别好奇江婉的想法。江婉脑海当中很快就浮现出了宋九渊山洞里那微红的耳尖以及那迷离的眸。他在我心里，很有正义感，心胸宽广，虽然脾气不太好，人还是不错的。他认真的回答，让江如画的心是愈发的下沉。渊哥哥自小就想成为厉害的大将军，后来也算得偿所愿。可惜啊，他好像是没法成为站在渊哥哥身侧那个人了。而马车外的宋九渊也是隐隐约约的听到江婉在夸他，他顿时是满心欢喜，嘴角微微上扬。程锦见不得他这模样，忍不住嘴贱道：你以前不是最讨厌江婉缠着你吗？怎么现在好像不一样了？程锦，人是会变的，如今她是我心悦的姑娘，你若是将我当成兄弟，便不要针对她。九渊，你说真的？比真金还真。也不想伤了程锦多年的情分，只能是提前跟他说清楚。程锦，我若因为你的兄弟情分勉强答应将他接入府中，不仅伤了我和婉婉的情分，也伤了他，更伤了你。我知道了。这一刻，他居然觉得宋九渊说的好有道理啊！我是不是脑子出问题了？很快就到了主一楼，几个小姑娘下了马车，就被直接带到雅间。婉婉，你来点。不用。瞧着他们俩的小声咬耳朵，江如画的眼里浮现出了一抹失落，藏在桌子下的手却是微微发颤，告诉自己放弃一个人不难。下去的时候，江婉遇见了许久不见的林廷玉。婉婉，之前邹姑娘帮了我才请她吃饭。看来这姑娘是瞧上林廷玉了。我们吃过了，你们慢用。闻言，林廷玉有些失落，宋九渊倒是高兴啊。林公子，快些进去吧，不然中午人多，怕是没位置了。好。林廷玉迈着沉重的步伐朝着雅间走，他有一种预感，他觉得自己跟江婉的距离似乎是越来越远了。如画，你还有什么想买的吗？我陪你。程锦哥，我有些累，咱们先回吧。江如画勉强挤出了一抹笑容。这会儿宋九离要是再看不出来，那他就是傻子了。别人都是红颜祸水，我哥倒好，活脱脱的蓝颜祸水。如今时间一久，很多事情他都已经处理了个七七八八了，总算能够腾出手多陪陪婉婉。欣赏着他那俊俏的模样，此刻的宋九渊有些让江婉心动了。你战胜归来时的模样可入了不少姑娘们的心。原主记忆里，那天可是有无数的少女对着宋九渊丢帕子的。也包括你吗？这还用问吗？听见他娇羞的回答，宋九渊心满意足。宋九渊，你平日里若是再温柔一些，怕是更多的姑娘对你趋之若鹜。我不需要那些。婉婉，既然心已经许给你，我不会再给其他姑娘机会。闻言，江婉心里甜丝丝的，他忽然想看看这宋九渊有没有腹肌啊，以前都没注意，亏了亏了。婉婉，你什么时候才给我一个名分啊？江婉俏皮的眨巴着眼眸。我其实有个好事儿要和你分享。江婉想起了这袖子里的镜子了，双眸亮晶晶的。莫非婉婉要答应和我在一起了吗？他满目期待地看着江婉，宋九渊这个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他多想将这样心动的江婉摁在自己的怀里啊！宋九渊，看看这是什么？江婉兴奋地把镜子摆在了宋九渊面前。宋九渊僵硬的目光也落在了镜子上，失落的心情一闪而过。下一秒，他有些震惊地瞪大眼眸。这不是林廷玉给你那块？是我自己制作的，怎么样？江婉眸光灼灼地看着宋九渊，期待他的赞赏。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变得开始在意起了宋九渊的想法了，也开始想跟他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你……宋九渊满目惊讶，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镜子，又瞧着镜子里这清晰的脸，一时间失语了。怎么，被我的厉害震傻了？指尖轻轻点了点宋九渊的手背，
在宋九渊的心里带起了一阵波澜。婉婉，我忽然发现自己好像配不上你。他面对那些狡猾的人能够运筹帷幄，但是总是会被江婉这出其不意的小惊喜给惊得失态。你想那么多做什么？你就说这玩意儿有没有人买？江婉的眼里面冒着无数的金元宝，惹得宋九渊无奈失笑。肯定有人买呀，这么清晰的镜子，不少人会争抢着购买。宋九渊，你支持我的事业吗？当然支持，你这么优秀，如果什么都不做，应该会很遗憾。你说的没错，我永远没法做后院里安安静静守着男人的小娘子。没关系，只要是你，我都喜欢。那就好，这玩意儿我能制作更多出来。但是你知道的，我一个人守不住，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士农工商，江婉不托宋九渊会有些难办的。材料还得你去找，到时候建造生产的厂子还得你来筹备。先说好啊，我只负责提供技术，其他的交给你。宋九渊把玩着手里的镜子。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将程锦叫过来。原书里面程锦的家世不错，而且他的二叔是皇商，想要打开销路的话，跟他们合作确实不错啊。我是没意见，得看程锦。宋毅，将程锦叫过来。程锦，你看看这个。南洋货呀？不对，这不是南洋货。这样的镜子，你二叔能卖吗？这镜子根本就不愁卖。早前我二叔的船队从南洋带了一批回来，不出几天就被哄抢而空。只是南洋太远，进一次后特别麻烦。我确实能弄到不少镜子，你如果愿意合作的话，我们一起赚银子。这是你弄来的？这是婉婉制作出来的。宋九渊，你可别逗我。信不信随你，你只需要回答我这生意能不能做，不能做我找别人。做。这种机会他当然要替二叔争取了。我现在就去给二叔写信。具体合作事宜见着人再说。没什么事情你就先走吧。另外这事儿谁也不能说，江如画也不行。而另外一边，程锦急匆匆地回院子写下了一封信，让底下人送给二叔。恰好江如画过来。程锦哥，你不要乱来。你误会了，不是对付他，是他有生意要和二叔谈，我便写封信给二叔。他没有告诉江如画具体的。是护肤品的生意吗？不是。对啊，还可以谈护肤品的生意啊。如果让二叔来做的话，肯定能够做到全国。程锦哥，你该不会也和渊哥哥一样喜欢上江姑娘了吧？怎么会呢？如画，我知道你的心思，但九渊的心里如今只有江婉。江如画又是心口一疼，放弃一个人不难，可是做到真的是太难了。姑娘，可听见一些谣言？哎呀，只要别告诉我铺子亏钱，一切都好说。姑娘还真是爱财如命啊。是王府那边，据说新来了一位侧妃，大家都说那侧妃还是圣上赐的，她昨日已经住进了王府。哦，姑娘，你怎么不着急呀？有什么好着急的？这事儿也不是咱们能左右的呀。如今府城都是谣言，说那位侧妃貌若天仙，指不定很快就能被王爷扶正。更有什么？更有说王爷当初同您和离，便是因为这位侧妃。心口就莫名的烦躁。我有些疲惫，秋娘你先下去吧，我想休息会儿。空间已经升级完毕，这几天他一直没有时间进空间，索性就进去躲一躲，就当是缓一缓心情了。结果江婉就瞥见房间的窗户口有一道黑影闪过。是谁？婉婉，是我。是大半夜的，你怎么来了？婉婉，侧妃的事情你听说了吗？我是来解释的。我知道。宋九渊刚想把人带进怀里，却被江婉嫌弃的一把推开。婉婉，你放心，我会尽快处理侧妃的事情。那可是皇上赐给你的，你打算怎么处理？是皇帝送来的人，打不得也骂不得的，指不定还得一直活在对方的监视之中呢。婉婉，我早就做过一些安排了，只是他刚来此地，我不能贸然行动，等摸清他的底细再说。婉婉，你是在吃醋吗？宋九渊忽然心情不错。咱们两个已经和离了，这事儿你不必同我解释的这般清楚。
婉婉，莫要这样，我会伤心。宋九渊抓住江婉的手，放在自己心口。你听，他在为你跳跃。少贫嘴。江婉从来都不知道，喜欢一个人能够这么轻易就被哄好了。江婉确实是心堵，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事儿怪不得宋九渊，都是那个狗皇帝故意这么做的。可是如今已经处在这个时代了，他就必须要面对这些。宋九渊，若你和他假戏真做，便不要再来找我了。他愿意给宋九渊一次机会，江婉会送给他一颗真心的。但是如果说宋九渊把持不住，不管是为了试探还是其他的目的，但凡他踏出了最后一步，江婉是绝对不会回头的。婉婉，信我，时机一到，他会消失在王府，不会打扰我们。你自己知道该怎么做就好。那我先回去了。等人走了，这才忙不迭地进了空间，整个人都陷入巨大的欢喜中。空间升级了，早前他居住的屋子，这会儿变成了一个古代版的大别墅。最让江婉惊讶的是，空间这会儿看不到尽头。不远处连接的一处山脉，他迫不及待的就顺应上山，便发现这个山上什么都有，甚至还有活物、野物，还有药材。系统，这山里该不会还有老虎吧？主人多虑了，这山里的活物都是之前主人带进空间的野鸡野兔。也就是说，往后他的空间里会有无穷无尽的药材咯，就等于是拥有一个移动药房。是的，主人。次日，江婉也没急着出门，而是窝在空间里制作了几颗还魂丹。江婉也做了一些保健丸子，做好之后又给宋清做了一些调养身体的药丸子。他打算去会一会这位情敌。欢迎江姑娘来王府做客。一照面，江婉就知道这位周侧妃不简单，不似江如画那种娇滴滴的只知道哭一样的病美人，她的一言一行暂且挑不出错出来。得到消息的宋九离就提着裙摆冲了出来。别拿你在京都宅斗的那一套对付婉婉姐，她来王府从来都不是客人。你说的对，江姑娘和王爷到底有过一段，即便现在已经没有关系，我也该尊称一句姐姐。她句句温柔，也句句都在提醒着江婉，他们都已经是过去式了。而她周侧妃呢，是如今宋九渊府里唯一的一个期限。这是之前我和王爷一起买的海鲜，他忘记拿了，让府里的厨子做了吧。哇，有虾！白灼和红烧都弄一份，王爷喜欢吃。他这不动声色的宣示主权，明明就只是普通家常的话，却是更让周侧妃扎心不已。不过这个周侧妃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好。感谢江姑娘以前将王爷照顾得这么妥帖，不过现在你们也不住一块不方便，你可以将王爷的忌讳与我说说，我会好好照顾王爷的。两个人唇枪舌剑。你想什么呢？离儿，我没别的意思，只是如今江姑娘原因未嫁，常来常往，怕是会损了她的名声。用得着你多管闲事？王爷，臣妾是在替江姑娘着想。不劳你操心。婉婉，留下来一起用饭吧。好呀。婉婉喜欢喝海鲜粥，你让厨房的人去准备。不仅他对她的喜好是了如指掌，宋九渊对她的喜好也是铭记在心。周侧妃俏丽的脸是越发雪白，宋九离还不忘了扎心呢。看见了吧，我大哥和婉婉姐相互关心惦念，他们心里有彼此。你若是识趣，就安分守己些，别奢望不属于你的东西。离儿，我是皇上赐给王爷的，不管你们承不承认，我都是王爷的女人。周侧妃下意识想要跟上，却被宋九离给拦住了。你确定要跟着去自取其辱？切，娘说你也不一定是自愿被送给大哥的，我还想着你或许无辜，我们真是高估了你。说罢，宋九离抬脚就走，留下周侧妃难堪的站在原地。婉婉，你放心，这王府只你一个女主人，至于其他女人，就算是皇帝送来的，我也不会承认。他一边说，还一边瞪着宋九渊。娘放心，我知道的。那周侧妃现在动不得，但他们都知道，在不清楚周侧妃底细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的。厨房端来新做的海鲜，宋九渊很自然的就替江婉盛了一碗粥。瞧着这俩人这亲昵的模样，看来这个傻小子追娘子有了不少的进展啊。婉婉，缓了缓，
难得露出了几分委屈。他用肮脏的手段对付我，他大手轻轻一折，就把江晚带入怀里。我只是害怕有一天被暗算着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信你。虽然他现在也是很想刀了周侧妃，只要婉婉相信他，宋九渊就没有后顾之忧。婉婉，我听你的。宋九渊的声音莫名的委屈。行了，别生气。不过又是一种羞辱罢了。婉婉，我很庆幸他用你来羞辱我。甜嘴。江晚心口泛着隐秘的甜，他从袖子里拿出了准备好的玉瓶。这是我配制的药丸子，红色的是你的，一日一粒，黑色的给你爹调养身体。辛苦婉婉了。你记着吃就行。王爷，周侧妃出门了，宋儿在跟着。婉婉，你再等一等，我不会让她影响你的。我信你。王爷，周侧妃去见了六皇子。可以说六皇子来府城是在宋九渊的意料之中的，周侧妃是他的人也不意外。本王知道了，你让宋儿盯远点，别被发现了。是。他看中的是我手里的兵权。世上都知道，宋清在的时候就训练出了一队宋家军，后来随着他的失踪而消失，而宋九渊接手了宋家，六皇子忌惮他也是正常的。那是父亲都不在，我只说不知。说是他教出来的话，现在宋家人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需要我的时候尽管开口。我们暂时能应付。宋九渊不愿意把江晚拉入危险中，一想到六皇子来了九州，只能是琢磨着多出现在江晚面前，这样也好护着他一些。我再派几个人保护你。不用了，大不了我这段时日不出府城。堆积了不少的事儿，所以江晚并没有久待。他见识过周侧妃是何许人了，就辞行离开了。而花晓乔装打扮了一番，来到了晚思阁。他自始至终都不愿意相信江晚就是那个跟他一样的穿越的老乡。之前他试探过江晚的，他不像现代人啊。江晚就是一大夫，怎么会这种复杂的手艺？江晚可不知道花晓的心思。其实他早就想过花晓会发现了，毕竟他的事业太大了。往后呢，除了镜子、护肤品，他还会让现代的东西一样一样的在大风现世的。他不怕花晓，因为他断定了花晓不敢跟六皇子说这些，他一定会怕他抢走六皇子的。而这会儿江府里，婉婉，周侧妃让人告诉我，六皇子发现父亲了。如今六皇子知道这事儿，说不是周侧妃泄露的才怪呢。那信估计已经传回京都了。别怕，我早就猜到会有今日，所以在京都做出了安排。只要六皇子的人弹劾，我的人会立刻出马。宋九渊早在赴京回归那一日就已经预料到今日了，只是他一边给六皇子传信，又一边故意讨好他们，实际上两边都不得罪。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若是六皇子比你强，他还是那边的人。可我很讨厌摇摆不定的人，既然他要利用我们，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你考虑好就行。一连5、6日，江晚在家里都快闲得发霉了，终究是没忍住出去巡视铺子。你最近也天天跟着我，不会耽误公事吧？不会，有宋义在。话音一落，宋九渊就被啪啪打脸。王爷，有件事需要你亲自去处理。你快去吧，你这样天天守着我，那人也不敢动手，适当松弛松弛也是好事儿。那好，你自己小心一些。几息的功夫，门外就响起了敲门声，竟然是六皇子跟花晓。江姑娘，殿下有话要和你说。屋子里就只有花晓、六皇子和江晚3人。听闻你和宋九渊和离了。是。江晚，你是个聪明姑娘，可惜以前眼瞎，瞧上宋九渊那样的。但本殿不嫌弃你的过往，你若愿意帮我，往后我许你侧妃之位。江晚，殿下瞧上你是你的荣幸，比起宋九渊这样的异姓王，殿下往后的机会更多。哼，六皇子，你凭什么认为我会背叛宋九渊，转投你的怀抱？是宋九渊的8块腹肌不香，还是凭你脸大？亦或者你以为我健忘，忘记自己差点死在你手上？江晚，本殿可是最有潜力的储君人选。那你们真是高看我了，我还偏不喜欢被圈养在宫墙的生活。更何况
六皇子还被他的药丸子弄得没有男人的功能了，没有办法孕育子嗣。江婉，你还不配唤婉婉的名字。回来的这么快啊？察觉的不对就回来了。殿下私自离京，不知道皇上可知情？不劳你费心。哦，忘了，皇上对六殿下最是心疼。不过，就算他容忍你，你觉得其他皇子会不会容忍你？宋九渊，你要做什么？殿下可是皇子，王爷你不能乱来。你提醒本王了，六殿下不能动。话音一落，宋义手起刀落，直接朝着花晓就砍了过去。住手！怎么了？花姑娘对六殿下情根深重，何该让他们体验一下同生共死？方才小精灵告诉江婉，花晓身上还余下一点点的女主光环呢，不能因为她影响这个世界啊。婉婉说的在理，二皇子特别关心殿下，本王就好好做事，送你们兄弟团圆。宋九渊，算你狠！六皇子终于明白宋九渊的用意了。二哥恨他恨得要死，宋九渊若是把他送到二哥那边的话，一定会凶多吉少的。只要人不是在九州死的，父皇即便想发落宋九渊，也找不到借口。看来你想通关键了。王爷，你不能这么做，殿下可是皇子啊！皇子？哼，若不是因为这个身份，你们在本王这儿早就死800回了。六皇子眯眸望着宋九渊，眼里满是恨意。他做了一个隐晦的手势。别挣扎了，你以为我方才是去做什么？不可能！六皇子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眸，那可是父皇留给他的人啊，除了历任皇帝知道有多厉害，其他人压根儿就不知道。宋九渊是如何知道他们的藏身之法的？来到我的地盘，你可没那么幸运。宋九渊大手一挥，两个人直接就现场被捆走了。人被带走了，但是宋九渊的脸还是黑的。好啦，你别生气。婉婉，自你我和离以后，还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开始惦记你了。也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自信。是，他蠢。我就说，婉婉怎么会对六皇子那样的人有兴趣啊？他还不是一般的蠢，就他那样的，也不知道他爹瞧上他什么。或许，因为他是他最爱的人生下来的。江婉心里有数，不过他清楚的是，经过这一遭，这两个人的主角光环是寥寥无几。再作呀，很快就能领盒饭了。他死不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交给二皇子。二皇子置换的东西，我很满意，而他们会两败俱伤。二皇子也不是什么好人，之前抄家的事儿，他没少推波助澜。宋九渊自然也不是什么好人，记仇的很。你心里有数就行。嘉婉悄悄松了口气，只要宋九渊有把握，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望着隔壁，两人打开雅间的门出去，雅间的门终于被打开了，露出了周侧妃那张惊慌的脸。谢过王爷。今天的结果，你可还满意？王爷，臣妾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周侧妃，别把我们当傻子。臣妾有当年您被污蔑造反的证据。宋儿，本王若真要造反，如今还能站在这儿？王爷，求您饶臣妾。本王答应过婉婉，不会多看其他女子一眼。周姑娘染了重病，送到庄子上去吧。这话算是给上头的人一个交代。至于周侧妃什么时候病逝，由他说了算的。王爷，周侧妃被宋儿给拖走了，宋九渊身心舒畅。婉婉，我的做法你可还满意？尚可。江婉的心间像是裹了蜜一样泛着甜意。不得不说，在这三妻四妾的古代，宋九渊是给足了他安全感。那可否再给我一个重新照顾你的机会？宋九渊眸光灼灼地盯着江婉，眼里的深情几乎快要溢出来了。再嫁我一次好不好？江婉思索片刻，这一次没有再拒绝他。可以是可以，但我希望我们可以走一遍所有流程，是你用心的陪我走完。纳采、温明、
纳吉，于江婉而言，从前那场仓促的婚礼，既是原主也非用心的。为了羞辱宋九渊，当时皇帝直接选了最接近的日子，甚至就连嫁衣都是买的。闻言，宋九渊的眼眸亮晶晶的。好，婉婉，我这就回去和母亲商量。他跑得很快，徒留江婉站在原地失笑。殊不知宋九渊这会儿兴奋的不太正常。他急匆匆的赶回家，家里人这会儿都是各忙各的，宋九渊非得将全家人都聚在一块儿。宋九池正在跟齐楚打猎，被揪回来了，满脸不痛快。大哥，你将我们都叫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我还在和小姐妹逛晚思阁呢。宋九力也嘟囔着，他刚才差点就能帮婉婉姐卖掉好些东西呢。宋清跟宋大娘子作为长辈，两个人冷静不少。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我们受得住。爹，娘。宋九渊深吸一口气，郑重地说：婉婉答应再次嫁给我了。真的？好事，这可是大好的事情啊！阿英，你别太激动了。渊儿，你放心吧，先前你们成婚爹不在，这一次我和你娘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将江婉娶进门。大哥，有用得上的地方尽管和小弟说。娘，需要我的地方不要客气。宋九渊在心里感慨着，哼，果然自己这个家庭地位啊，还是没有婉婉高。不过正合他意，想到他跟江婉的婚事，宋九渊表情严肃。娘，你也知道，上次成婚一切都匆匆忙忙，我和婉婉俩人都迫不得已，不过一世就面临抄家，那些回忆不太好。这一次我想给婉婉一个难忘的回忆。他把这一切的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不想给他们误会婉婉的机会。这还用你说？我的儿媳妇我来疼，我现在就安排媒人。还有聘礼，虽然比不得在京都，但也不能少。可惜当年我挣回来那些东西，都被那狗皇帝全都抄走了。大家都面面相觑，纷纷看向宋九渊。渊儿，娘一直没问你，王府的东西是你安排人送走的吗？不是。他脑子里面飞快地想起了当初江婉拿出一些熟悉的物品，但他选择什么也不说。阿英，你这是什么意思？爹，之前我们被抄家时候，狗皇帝什么都没抄到，我们之前还一直以为是大哥把东西藏了起来，现在看来是无解之谜了，那些东西都不翼而飞了。怎么可能？那么多东西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一定是狗皇帝他们干的，老子帮他们保家卫国，他们都是阴险。爹，后面我们才知道六皇子府也失窃了。宋九渊下意识的就隐瞒了尚书府也失窃的事儿，因为那太容易把事情跟江婉想到一块儿。闻言，宋清是满脸震惊啊。大哥说的没错，总之你就不要惦记那些东西了，咱们给婉婉姐另外再寻摸些好东西吧。宋九池想到自己的私库，大哥对我不错，但现在我也用不着那些东西，索性就全来给大哥娶娘子了。还有我的那些首饰都卖掉吧，反正……行了，聘礼我自会准备，你们替我安排好其他事情就可。渊儿，你放心，娘心里有数，现在就去找人。宋大娘子是一刻都等不了啊，飞快的带着人就走了。宋九离跟宋九池也忙碌了起来。姑娘，宋儿前来通知，王爷他们已经准备出发了，还带了媒婆。他这才恍然想起来了，他说今日他们会来提亲，求得江婉同意之后送上这纳彩礼。大师兄，今日是王爷向我提亲的日子，但我没有其他亲人，你可否充当我的长辈？往后我就是你的娘家人，你快回屋梳洗一番。好嘞。于他而言，今日是很特殊的一天的，是独属于来自现代江婉的求亲。姑娘，王爷他们已经到了。瞧见他，宋九渊的眼睛都移不开了。哎呀，这位就是江姑娘，果然和传说的一样，貌美如花，端庄贤惠。哎，巴拉巴拉的吧，那好听的话就跟不要钱似的，刷刷的就流向江婉。迎着宋九渊深邃的眼神儿，江婉难得红了耳尖。好一会儿之后，老先生，江姑娘的婚事你可能做主？自然能。婉婉，咱们进去说些提举话，这里交给他们。带着宋大娘子他们来到后院。渊儿说你答应再嫁给他时，娘是真的高兴。
上次你们成婚那么匆忙，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准备。这一次，娘保准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过来。你千万不要客气，喜欢什么和娘说，娘来准备。都听您的安排。直到宋家人离开，宋九渊恋恋不舍。江婉踮起脚尖，妇儿轻轻的在他唇上轻啄了一下，瞥见宋九渊被撩拨得眼红脖子粗的。咱们现在才只纳了彩，你来我闺房不合常理哦。婉婉，我想你。你能不能别这么肉麻？他前世没谈过恋爱，遇上宋九渊，这样的甜蜜让江婉有的时候会恍惚。好。宋九渊恋恋不舍。你早些休息。好。宋九渊，你今天的样子挺好看的。砰的一下，宋九渊一个趔趄，差点摔倒了。怕江婉笑话他，他忙不迭的就消失在了江婉面前。江婉捂着嘴笑了，没想到宋九渊还有这么可爱的一幕啊！宋九渊实在忍不住来看江婉。婉婉，不是说婚前不能见面吗？你先回去吧，时间过得很快的。我觉得太慢。轻柔地吻过她的眼尾。婉婉，等我来娶你。等天亮，他们就要成亲了。坐在镜子前，穿越之前的日子恍如隔世，她好像成了大风真正的江婉。我会幸福的。姑娘。秋娘带着给她开面的喜婆婆进来。新娘子皮肤真好，我当了这么多年喜婆婆，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新娘子。眉心点着花钿，她本来就生得好看，这么仔细一打扮，更是美到极致。一梳梳到头，富贵不用愁；二梳梳到头，无病又无忧；三梳梳到头，多子又多寿；再梳梳到尾，举案又齐眉；十梳夫妻两老到白头。江婉此刻听着外面这热闹的声音，脚步声抵达他的院子，随后又快步抵达喜房。婉婉，我来接你了。他回握住这只手，二人的掌心有细密的汗水。原来紧张的不止我一人啊！想到宋九渊总是板着脸来伪装自己的情绪，江婉的嘴角牵了牵。宋九渊骑着大马在最前面，流水的嫁妆里包含着宋九渊陆陆续续送来的聘礼，还有江婉自己赚的银子置办的嫁妆，可谓是十里红妆。江婉耳边还能响起百姓们的声音。哎呦天哪，这王府可真有银子，要不是有限制，王爷给王妃的聘礼怕是更多呀。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据说王妃自己赚的银子可不少，丝毫不逊色于王爷，真是羡煞旁人呐！有情人终成眷属，我都快感觉哭了。王爷和王妃都是顶顶厉害的人，他们真是般配啊。今儿个宋九渊高兴，他骑着大马带着江婉在整个九州城绕了一大圈。抵达王府，喜婆高声地喊着：“新郎踢轿子啦！”这个习俗踢在给新娘立规矩，成婚之后女子应该以父为天。这个环节不必要，在他家里面，婉婉就是规矩。婉婉，嫁给我。江婉心口疯狂地跳着，因为男人的贴心而感到温暖。宋九渊弯腰把江婉给打横抱起。拜堂仪式正式开始。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送入洞房。江婉被送回新房，宋九渊却还要留着待客。他隐约的可以听到外头这嘈杂的声音。这成婚呢，确实是一个挺累人的活，但是能够嫁给自己心爱的人，似乎也挺不错的。好像这等待的时候似乎也没这么无聊了。没一会儿，宋九渊沉稳的脚步声响起，他的身上还似乎夹杂着酒味儿。宋九渊坐在床榻边，微微的有些发抖。婉婉，你终于嫁给我了。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江婉那绝美的脸让他的呼吸都微微一滞，那双漂亮的眼睛更是让他上头。而这也是江婉第一次看见宋九渊今日的模样，他一袭喜服，衬托的人容貌非凡。婉婉，该喝金酒了。
他微微抬眸，偏头就看到宋九渊那水润的唇了。婉婉，等会儿随你看个够。他低沉的声音还带着尾音，撩拨的江婉是浑身都不自在。他嗓音粗哑，似是克制着隐忍着什么。婉婉，他温柔地呢喃着，吻上日思夜想的唇。他的唇上就染着江婉的口汁，红艳艳一片，潋滟勾人，让江婉的心弦一绷。他亲身而上，宋九渊的指尖带起一缕缕的火焰，整个人都热腾腾的。婉婉莫紧张，婉婉莫怕，我会温柔的。宋九渊像是捧了一块珍宝，细心温柔地带领他感受少女到女人的蜕变。他吻过江婉那凌乱的发丝，大手穿过发丝，让江婉大脑是一片空白，似是海浪拍过，让他跟着起起伏伏。半刻钟之后，江婉这汗就蹭蹭地躺在宋九渊怀里，指尖缠绕着他的发丝。宋九渊，婉婉。宋九渊的语气里似乎是掺杂着委屈。我就是太紧张了，实在是太过于美好了。宋九渊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婉婉，你信我，这次我一定让你满意。宋九渊抬手把人搂紧，江婉的眼眸一转，拉上了床上的帷幔。下一秒，二人就落在了空间大床上。他涂着当扣的指尖轻轻拂过宋九渊俊美的脸，唇齿碾磨，呼吸交缠。初次的时候，二人都是青涩的探索。这会儿，宋九渊似乎是慢慢的摸到了其中门道，心底的爱意似是天雷滚滚一般的砸下来。江婉随着宋九渊这翻过一层又一层的海浪，许是想让江婉见识他的厉害。这一次，宋九渊就故意的拖延了很久，直到听到江婉的嗓子有些嘶哑，他这才用了江婉结束。江婉很累，她无力的躺在榻上。在江婉感觉自己快要睡着的时候，他将她轻柔的放进了浴桶里。婉婉，我替你捏捏肩。而浴桶旁边还摆着宋九渊精致准备的水果跟热水。江婉抿了一口水，甜滋滋的，是蜂蜜水。这男人还挺有心的。宋九渊，你不擦洗吗？婉婉，再邀请我一起吗？宋九渊就靠在他耳边，富有磁性的声音似乎是在蛊惑他。江婉一时之间觉得热气太烫了。哪有？他气得抿唇，下一秒身边溅起了水花，这一次居然真的跟他同居了。我知婉婉害羞，无妨，我替你擦洗。一开始确实就是单纯同居，等江婉意识到不对的时候，这次又带着他开始航行了。浴桶旁溅满了水，素来喜欢板着脸的人，这脸上染上了别样的风采。江婉一时之间看呆了，双眸也是渐渐迷离。我就知道婉婉喜欢这样。男人轻笑的声音让江婉微微回眸。宋九渊，你混账！果然啊，不能够随意招惹这食损之味的男人。